我叫陈默，我穿越到一个魔宠世界。这个世界的主职是培养魔宠，成为强大的御兽师。而我开局就觉醒了最下等的职业——魔宠营养师，被全校师生嘲讽，被亲弟弟羞辱。但好在我绑定了魔宠系统，可以强化魔宠，哪怕你的魔宠是一条狗，我都能让它成为狗中之虎。陈默，魔宠营养师，学习好有什么用？最后不还是成了一个不能预售的废物吗？让他平时装逼看不起我们，现在不能预售，我估计陈家都要把他赶出家门了。预售魔宠，我这是穿越了，这是一个异世界，觉醒职业划分一个人的命运，只有培养魔宠成为强大的御兽师，才能做人上人。而我的职业是营养师，天生的下等人。我的好哥哥，没想到你都不能成为御兽师，不过作为兄弟，我肯定会帮你一把的。只要你喂养好我的宝贝，我会跟家族求情，让你继续待在陈家。3天前，陈远就觉醒了御兽师的能力，这是他培养的魔宠。作为家族最具有潜力的御兽师，替我当魔宠仆人，不丢脸的。白痴！陈默，你给我等着，将来有你低三下四求我的时候。老天爷，你不要玩我，把我穿越过来，就是让我给宠物当厨子的吗？系统宿主检测完成，正在与宿主进行绑定。系统初步绑定成功。果然，穿越怎么少得了系统？魔宠系统具体干嘛的？只要是魔宠，本系统都能发挥它们最高潜力。你也可以理解为驯养，提升魔宠的等阶、属性、能力。驯兽师听着跟营养师没什么区别啊。不过记忆里，一些顶级的营养师同样是受人尊重的存在，只是普通的营养师被人看不起。有系统的帮助，我成为顶级营养师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虽然不能成为主流职业，有些遗憾，但只要能走上人生巅峰，换个方式也不是不能接受嘛。我就说嘛，我这从小父母失踪，20年来被家族各种欺凌，孪生弟弟拿我当耻辱，这妥妥的就是主角模板嘛。从今天，我陈默就要开始崛起了。以前那些欺我辱我的人，小爷迟早会跟你们算账的。不要高兴得太早，本系统还未彻底绑定。下面发布新手试炼任务，通过新手试炼任务，系统才会完全绑定。任务失败，系统自动解除绑定。还有绑定条件，不可以。我这天崩开局，要是连系统都没了，那就要做一辈子的废物了。至于自己努力，笑话，你见过含羞草修炼成仙人掌的吗？新手试炼任务一开启，宿主获得临时授予者能力，要求在1小时内找到一只魔宠，并与其交流。任务成功，永久获得授予者能力。任务失败，系统解除绑定。新手试炼任务1，这试炼任务到底有多少？59分59秒，59分49秒。我操，这话没说完就开始计时了。陈默在家中四处寻找无果后，焦急地冲出家门。原主不就在魔宠店打工吗？虽然店里只有最低级的精灵鼠，但能完成任务就好了。一个胖胖的男人正在给宠物店上锁。老板，这么早你怎么就锁门了？陈默，我正要找你呢。我这魔宠店不干了，最后几只精灵鼠刚刚处理出去，以后你就不用来上班了。陈默，我正要找你呢。我这魔宠店不干了，最后几只精灵鼠刚刚处理出去，以后你就不用来上班了。陈默看着空荡荡的魔宠店，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我的小可爱们都没了，你们怎么不等我一会，让我看一眼也行啊？陈默，没想到你对这宠物店这么有感情，可惜我实在是赔不起了，我要离开这里了。这钥匙你就留着吧，以后想起来随时可以来这看看。我看你妹啊！我要的是精灵鼠2。胖老板离开。35分33秒，5分09秒。曙光镇对平民开放的魔宠店就这么一家。御兽师学院虽然有魔宠，可不是谁都能进去的，短时间内不可能找到另一只魔宠。不远处，一只黑狗正在墙边呼呼大睡，不时的还传来呼噜声。笨狗，大早上睡什么睡？有病吧？我睡觉吧，关你什么事？陈默瞪大了眼睛，呆呆的看着黑狗。黑狗也疑惑的看着陈默，一人一狗四目相对。成功与魔宠进行交流，宿主新手试炼任务1完成，获得永久授予者能力。什么？这也行？就这笨狗也是魔宠？难道我是欧皇附体了？黑狗被看得直发毛，压低身子，冲着陈默龇牙低吼。宿主新手试炼任务2开启，临时获得真实之眼，临时获得万界传送阵，要求24小时内将全系魔宠属性提升1档。任务成功，永久获得真实之眼，永久获得万界传送阵。任务失败，魔宠死亡，系统解除绑定，剥夺宿主所有系统相关能力。你在逗我玩吗？除非潜力逆天的魔宠能在一定时间内进化属性，普通的穷奇一辈子都不可能，更何况是这条黑狗。系统，我需要解释。黑狗瞪大眼睛，
下意识的又后退了几步。倒计时开始，23小时59分59秒。沉默念头一动，有关真实之眼的信息出现在脑海中。真实之眼可看透一切虚幻，洞悉魔宠的属性、等阶等信息。根据使用目标的不同，可根据使用者潜力进阶。黑狗头顶浮现一串信息：魔宠类别、杂种、犬系、属性、猎、等阶、0、技能、无。沉默念头在动，万界传送阵的信息也出现在脑海。万界传送阵将魔宠传送到混乱位面进行战斗，来磨练魔宠的意志和战斗能力，在生死边缘来激发魔宠的潜能。沉默瞥了那黑狗一眼，立刻走进魔宠殿。沉默以指代笔，很快一个巨大的六芒星阵出现在了地面上。万事俱备，现在就只差魔宠了。笨狗，快过来！这家伙是疯子吧？离他远点，别被他咬了。小狗狗，请你吃狗粮，可美味了，牛肉味的哦。黑狗没能抗拒诱惑，一步步迈入六芒星阵中。时空的精灵，听从我的召唤，光明与黑暗交错，万界传送。六芒星阵猛地亮起刺目白光，黑狗夹紧尾巴，惊恐地四下张望，消失在了原地。沉默眼前景物一阵扭曲，意识开始模糊。再次恢复意识时，他正站在一座小岛的沙滩之上，不远处还有一座座巨大的人形石像。黑狗也站在沉默的身旁，同样呆呆地看着周围的一切。这是混乱位面，开玩笑呢吧？这简直就是度假胜地，好吧？到达新手试炼地骷髅岛，虽然此位面魔宠实力弱小，但对于宿主也是致命的。温馨提示，请小心探索。好漂亮！忽然，一道冰蓝色的影子从眼前一闪而过，沉默眼前一黑，意识陷入黑暗。沉默猛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依旧站在沙滩边缘。我刚才被杀死了，这不是梦，这一切都是真的。不远处，一条10几米长的骷髅巨蟒环绕着，冰蓝色的骨骼好似蓝水晶，嘴巴一张一合喷出冰寒雾气。这是魔宠，这怪物什么时候出现的？从哪里来的？这是魔宠，这怪物什么时候出现的？从哪里来的？系统，在这里死亡还能复活吗？这里是异世界真实存在的，但有本系统在，你们不会真正的死亡。更何况你们并不属于这个位面，他们没资格剥夺你们的生命力。那在这里不就是拥有不死之身了？这我就放心了。就凭我阅恐怖片无数的胆量，还能被吓死不成？笨狗，给我咬死他！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沉默拽狗头，拉狗尾巴，用尽吃奶的劲，黑狗却纹丝不动。小狗狗，你看到了，在这里死了会复活的，只要你上去咬它，我给你一大块肉骨头。别想骗我，1块肉骨头我可不去。那就2块，可是带肉的肉骨头啊，一口咬下去直流油的那种。再加一个鸡腿，长焦。嗷嗷嗷！肉骨头，肉骨头！沉默心中一动，望向骷髅巨蟒，眼中红光一闪，一串信息浮现在骷髅巨蟒的头顶：魔宠类别冰古兽，骷髅系生物，属性优秀，等阶1阶，技能寒冰土息，死亡缠绕。既然是优秀属性的魔宠，还是阶段级别，弟弟的暗影兽已经很变态了，也才是良好的属性。那黑狗的属性可是连普通都达不到的，这怎么可能战胜？一声哀鸣，黑狗瞬间就被冰古兽尾巴抽中，摔在地上。这冰古兽不愧是优秀属性的魔宠，连技能都没有使用，瞬间就秒杀了黑狗。黑狗的身影再次在沉默身边显现，他眼中充满愤怒，不等沉默说话，嚎叫着又冲了出去。冰古兽愣了片刻，猛地喷出一股寒气，黑狗瞬间成为一座短形冰雕。很快，黑狗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沉默身旁，又死了一次。时间流逝，10几个小时过去，沉默呆滞地看着黑狗一次次复活。在又一次冲锋中，冰古兽发动寒冰吐息，黑狗再次被冻成冰雕。沉默看向身侧，等待黑狗复活。1秒、5秒、15秒过去，黑狗依旧没有出现。沉默的心不由得一沉。忽然，狗形冰雕4分5裂，一个体型大了1倍的黑影出现在原地，浑身乌黑，被毛如钢针般根根竖立，2根银光闪闪的獠牙伸出嘴外。这是黑狗，黑狼兽，属性良好，技能黑月。冰古兽爆发恐怖威压，发动死亡缠绕，黑狼兽躲闪不及，被禁锢在空中。冰古兽的身子越缩越紧，黑狼兽痛苦的嘶吼。虽然黑狗成功提升属性，但这差距还是太明显了。魔宠成功提升属性，宿主新手试炼任务2完成，宿主获得万界传送阵，获得真实之眼，训练位面将于5秒后关闭。5、4，成功了！竟然真的将黑狗变成魔宠了。光芒闪烁，沉默和黑狼兽再次出现在魔宠殿的六芒星阵中。黑狼兽变回了黑狗的模样。怎么回事？你怎么又变成黑狗了？不是黑狼兽吗？肉骨头，肉骨头！沉默从店内找出昨天老板吃剩的肉骨头，黑狗才安静下来。宿主新手试炼任务已完成，系统绑定完成，宿主绑定系统成功，增加可视模式。可视模式是什么？
陈默的面前，虚拟屏幕切换，显示着陈默的个人信息。左上角是他的头像，宿主陈默，身高178，体重130，魔力点9。咦，这魔力点有9点，这个是什么东西？培育养成魔宠会获得一定的魔力点，而魔力点可以在兑换中心使用。兑换中心都有什么东西？虚拟屏幕切换，进入了兑换中心的界面。屏幕上显示着各种商品，魔宠孵化器、魔宠按摩椅、化形水，后面的商品都是灰色的。看来我现在还没有资格往后查看。不过这也太黑了吧！一瓶化形水就要3500魔力点，我才有9点魔力点。兑换中心的东西千奇百怪，有很多让陈默心动的东西，不过最少的都要1000以上的魔力点，让陈默心中叫苦。陈默的眼神果然一致，定格在御兽师觉醒魔药上。我还能成为御兽师？这驯兽师虽好，是个赚钱的职业，但是哪有御兽师的地位高？御兽师才是魔宠大陆的最强职业。魔药价格显示为2000魔力点，培育一次能得到10魔力点，只要我培育200个魔宠，就能成为御兽师了。看陈远还怎么在我面前嘚瑟，让我的魔宠每天揍那黑狐狸一顿。现在我培育魔宠不是问题，难点就在上哪找这么多的魔宠给我培育。想要有客户，可不能坐等顾客上门，那得做宣传。当天下午，一张张印有黑狗照片，写着魔宠寄养、售卖、培育、配种的宣传单就出现在了曙光镇的各个角落。夜幕降临，陈默正准备关门，宠物店的大门被推开，一个15、16岁的少女抱着一只浅蓝色的魔宠进来，魔宠肚腹上有一道清晰的刀痕，流出的血渗透了少女雪白的裙子。店长帮忙，救救她吧，让她能挺过1刻钟就行。这么大的伤口，我也不是外科医生啊。检测到濒死魔宠，扫描中，扫描成功。基础任务：拯救龙猫兽，条件治愈至鼎盛状态，训练至进化形态。任务奖励混灵天神星语治愈术，强制完成。陈默愣在原地，他手中赫然出现一阵白光，笼罩住龙猫兽，伤口的血瞬间止住。本已不抱希望的于慧慧正要转身，却见白光亮起。这是怎么回事？于慧慧猛地低头，怀中龙猫兽的伤口竟在渐渐愈合，不再流血，也不再虚弱。谢谢，太感谢你了。店长如果有什么要求，我于慧慧一定办到。感谢我倒不必了。这样吧，正好我这能训练魔宠，也能将你的魔宠全部治愈，你可以体验一下。于慧慧将龙猫兽递给陈默，只希望他能完全康复。我就这一个魔宠，本来要依靠他在家族大比上夺得名次的，现在看来是无望了。求求你帮帮他吧。怎么帮？主人的家族大比很重要，我得回去。你都这样了，回去也是死。感受到怀中龙猫兽的挣扎，陈默皱眉。我借给你主人一只魔宠，你乖乖的行不？龙猫兽眼底微动，不再挣扎，任由陈默将它带了进去。陈默安置好龙猫兽，从里屋出来，见到于慧慧还在，他对着门口的黑狗招了招手，黑狗趴着不动。如果不想再死来死去，就给我过来。黑狗立马跑到陈默身边。于慧慧一脸疑惑地看着。我知道你要参加大比，我把我的魔宠借给你，你就不必担心了。他怎么会知道我要参加家族大比？难道这店长是那些人派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小咪岂不是糟糕？不好，你是不是别人派来的？谁派你来的？误会，误会！一道蓝色的光芒朝陈默扑来，眼看着就要打在他的面门上，却瞬息消散。抵挡低级能量，扣除魔力值1点。怎么回事？莫非眼前人还是个高等御兽师？不然怎么会毫无幻力波动就将我的能量消散？这就是御兽师的幻力吗？我一定要购买觉醒魔药。其实我是听你魔宠说的，你别误会啊。好像一些简单的驯兽师都会跟魔宠沟通，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没事，一点事没有呢。店长刚刚说的租借还作数吗？就这头黑狗租给你了。能知道它是几星的吗？黑狼兽2星。就这？那明明连魔宠都不是的家伙，怎么可能是2星？好，只见黑狗赫然大了1倍，浑身漆黑的毛发闪烁着金光，眼里凶狠残暴，配合着尖锐的牙齿，虎视眈眈地看着他。这绝对是黑狼兽。虽说不是什么稀有魔宠，但是用来参加大比足够了。今天晚上就是初级筛选，只要我现在赶回去，还能赶上。店长，我现在就签订临时契约。临时契约1份，扣除魔力值1点，强制执行。一张纸片掉落在陈默的手上，临时契约可随时解除，解除后魔宠和主人不受任何伤害。签订以后，于慧慧抱着半条腿大的黑狗的身影消失在门口。这要每次都这样扣，我得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御兽师？于是家族初选会场，众人焦急等待。那于大小姐怎么还不来？该不会不参加了吧？这么多人就等他一个，要不是于家的规矩，必须等参赛小辈全到才可开启。
他早就被踢出去了。又不是狄大小姐，摆什么谱？又不是狄大小姐，摆什么谱？在场等了好久的众人全是暴怒，就连上手的长老都满脸不赞同。如果再不来，他将会被家族大比永久列入黑名单。到时于氏家族就只有我于莹莹是新一代天才。远处一个白色身影正奔跑过来。怎么会？他现在应该忙着治疗魔宠才对，怎么会赶来参加大比的？难道是出错了？第二支脉，于慧慧拜见家主，晚辈来晚了，请家主降罪。于慧慧赶来时立马向家主请罪，也没解释，没有说明原因，直接认错。这样的态度反而让上手的家族长老没那么生气。开始吧，家族初选预备。一阵铮鸣的钟声响起，斗赛场上陆陆续续上来100多个人，所有人站定。开始。所有人纷纷召唤出自己的魔宠，使用战技攻击最近的敌人，配合着魔宠大杀四方。这时，斗赛场和台上的众人发现不对劲，于慧慧身边站着一只懒洋洋的黑狗，与周围激烈的战斗格格不入。这是魔宠。第二脉的大小姐来晚了的原因，竟然是路上捡了条狗。就这，还想入选？我感觉是在逗我们玩。明明之前还是黑狼兽，怎么现在又变回去了？于慧慧，别人不屑于攻击你，那这个坏人就由我来做好了。于莹莹指挥着闪电兽，让他直接咬死那条狗。手上的木系的幻戟统统朝于慧慧攻去。没有魔宠保护的御兽师，一击就废，别做无谓的挣扎了。快看，那是黑狼兽。被闪电兽咬到的黑狗体型暴涨1倍，渐渐显形，眼眶的黑色火焰显得它凶狠无比。漆黑的毛发闪烁着亮光，锐利的尖牙，身上的气势让斗赛场的所有魔宠都畏惧不已。这怎么可能？于莹莹比于慧慧还震惊，这可是她第一次见这种瞬间由连魔宠都不是的飞狗变换成良好属性的魔宠。这不可能！那通体漆黑的飞狼兽浑身散发出森冷的气息，让在场的众人背后升起一股刺骨的凉意。飞狼兽额头上的黑点渐渐变大。好，于莹莹刚要拼尽全力释放技能，下一秒身体就被禁锢住。2星的御兽师护盾将他和魔宠保护起来。这是黑月战技，我从未见过有良好属性能使出优秀属性战技的魔宠，前所未见，闻所未闻。初赛结束，于慧慧比一。我不服，这根本不是他魔宠。家族大比从未规定不可以租借魔宠。你每次去往异界时都是随机的。陈默现在所在的地方叫炎域之。陈默带着龙猫兽急速狂奔着，后面跟着一个通体火焰的飞虎。陈默和龙猫兽早就在他身上死了10多回了，只能仓皇逃走。宿主不能逃避，强制宿主上前。陈默看到后面近在咫尺的火焰飞虎，眼神飘向狼狈的龙猫兽，一伸手将他丢了出去。你卑鄙！龙猫兽刚死完就瞬间复活。你要是打不败他，就别想出去了。龙猫兽一次次死亡，又一次次复活，火焰飞虎早就被眼前的小东西弄得焦躁不已。就在此时，火焰飞虎再次喷射岩浆向龙猫兽的方向时，龙猫兽居然将那岩浆冻住了。冰魄，这是领悟了新技能，这种的魔宠属性可以提升吗？属性提升必须进化，但进化未必能提升属性。现在那只龙猫兽对战优秀属性的火焰黑虎，居然丝毫不落下风，除了冰魄，居然还领悟了漫天冰玉，这可是高星战技。虽然它发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但足以让人惊艳了。下一秒，火焰黑虎瘫倒在地，嘴里吐出最后一口火星。死了，我能将它带回去吗？当你绑定本系统时，就已经有了系统空间。陈默眸子一亮，赶紧用真实之眼内视，里面果然有一个空间，大概100平方米那么大，其余的地方全部被黑雾所盖住。与此同时，将火焰黑虎耗死的龙猫兽的额头处竟生出一撮深蓝色的绒毛，周围是细碎的冰晶。陈默看向它时的信息也发生改变。种类：冰晶龙猫，属性：良好，等级：3星，品质：下位，战绩：冰魄、漫天冰玉、冰刺，防御技：冰晶盾。进化的冰晶龙猫感受到自身血脉的强大，恶从胆边生，漫天冰玉、冰刺、冰魄，一股脑的战绩全朝陈默而去。我相信你的星星，这家伙还带记仇的。陈默眼睛一闭，打算赴死，等下后果好好收拾他。可半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半睁一只眼，看到使用技能精疲力尽的冰晶龙猫，这是怎么回事？任何经过训练的魔宠都不能攻击训练它的人，看来还是训练强度不够。陈默从异界出来后天才刚亮，他抱着冰晶龙猫站在店铺里，在外面过了一晚，但在异世界却已经过了半个月了，也不知道这时间是怎么算的。每个异世界都不同，时空流速也不同。陈默点了点头，用真实之眼查看自己获得的魔力。1000，这也太多了。那就是说，马上我就能成为魔宠御兽师了。往后是不是都这么多？根据提升属性技能判定，试炼任务固定10个。陈默将冰晶龙猫放到专门的饲养位上，那上面破破烂烂的冰晶龙猫眼里闪过一丝嫌弃，
但看到沉默的眼神，瞬间憋了回去。将这所店铺买下来，好好翻新。这家店还不是我的，是那个胖老板的。虽说这里地处下位城市，但这间店铺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店长，这次太感谢你了，这3000换币我现在就转给你。沉默的手机传来转账提醒的消息。你等着。沉默转身去里面将冰晶龙猫抱了出来，怀中的魔宠额间一撮冰晶绒毛，毛发细腻，体积也比之前大了许多，周身覆盖着冰雪气息。这是冰晶龙猫，这还是我的小咪吗？怎么一夜之间变化那么大？我昨天将它训练一下，对了，还领悟了2个战绩，去示范下。冰晶龙猫根本不敢反抗，店内空气逐渐凝固，变得寒冷无比，周围的物体全部被冰冻住。紧接着，漫天寒冰降下，一时间店内竟被冰雪覆盖。这是冰魄，漫天冰玉，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于慧慧从前不敢想的事情。仅仅1天，她的魔宠就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加上她2星御兽师的能力，在最后一场大比里，她也能往第1冲。驯养魔宠、灵药出售、魔宠租借，都是本店的服务，记得叫你的小伙伴来捧场啊！这些都是小事，小事。等于慧慧走后，沉默给胖老板打的电话，据理力争将价钱定在了1000换币，在面板上签了合同。现在可以翻新店面了吧？还没等到系统的回答，他这空旷的店面又出现了一个人。门口的红衣女子好奇地观察着这家店。你好，有什么需要吗？还以为能训练出黑狼兽那般资质的魔宠，应该是什么驯养大师呢。可他眼前的家伙居然没有半点换币，就连店面都那么破旧。那魔宠恐怕是自己的天赋，眼前的人只是幸运罢了。你们这能驯养魔宠？能驯养魔宠的，包你满意。本店驯养出来的魔宠能提高领悟战绩的能力，并且有概率进化属性，到时一看便知。红衣女子将信将疑，毕竟每个魔宠店的代言语都是这种类似发言，而且店里空荡荡的，不像能驯养的场地。就在她打算拒绝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她脚边趴着的飞狗，正是昨天良好属性使用优秀属性战绩的黑狼兽。她眸光闪动，红衣女子将自己的最小魔宠召唤出来，是一只小巧的火红色的小鸟，大概刚出生。这是良好属性的火焰鸟，还是幼年，有望进化成稀有属性，希望你能好好驯养，照顾好它。这火焰鸟还是幼年，而且才2星战力，正适合试探这家店的能力。放心吧，留个联系方式，到时驯养好会通知你的。要是有固定时间好了，去往异世界是随机的，而且时间流速还不一样，只是知道比这个世界慢，其余的不能保证。等宿主翻新店铺，就能自主选择异世界。等宿主翻新店铺，就能自主选择异世界。翻新后的店铺比之前大了1倍，墙上挂着应有尽有的灵药面板。沉默站在门前，用激光给自己的新店铺刻上了笑眯眯的字。为了御兽师药剂，还有刚得到的会员天神和治愈术，是时候大干一场了。沉默快速来到驯养室，将饲养位上的火焰鸟拎了出来，另一只手查看着异世界面板。火元素的地方进步应该会大些，就去之前的炎日之地吧。眨眼间，沉默再次出现在一片遍地岩浆和黑色岩石的地界，手里拎着的火焰鸟警惕地环顾四周。怎么这里温度越来越高？不管了，先找魔兽再说。突然间，沉默眼前一黑，瞬间失去了知觉。沉默再次出现时，茫然地站在原地。死了，明明什么感觉也没有，怎么突然？嗖的一声，一头巨大的红色魔兽，浑身都是赤色的羽毛，遮天蔽日的翅膀呼啸而来，猛然出现在沉默面前。沉默试着挪动了一小步，仔细观察着那东西的反应。那巨兽很是好奇，沉默动一步，他眼球就转一下。沉默和那只魔兽来来回回对峙了半天，终于来到了森林边缘。看来他没有要杀我的意思，太好了。沉默紧绷的身体瞬间放松，刚要迈步，他猛然间蹲坐到了岩浆里，望着一群火焰黑虎，咆哮着朝这边冲过来。那群通体火焰的黑虎眼看着就要撞上沉默，却突地停了下来，警惕地望着远处的那只巨兽。一阵铿锵嘹亮的鸣叫声刺入沉默的耳朵，那些火焰黑虎则惊恐地逃窜而去，也将地上装死的火焰鸟弄醒，惊慌地伸出2只小翅膀捂住了自己的脑袋，瑟瑟发抖。沉默拎起火焰鸟的2翅膀就丢到了地上的岩浆里，瞬间蒸发。去，自己跳下去。你怎么不去？你个坏人！哟呵，怎么1个2个都敢反抗我？沉默举起火焰鸟，松手，举起，再松手，举起。沉默继续手里的动作，直到再次松手的时候，火焰鸟却并没有掉下去。终于会飞了。完成了第1步，沉默疑惑地转过身，打量着眼前的魔兽。魔兽足以遮天的翅膀收了回去，尾羽上冒着金黄的火焰，通红的眼眸好奇地盯着他。真实之眼。看了个寂寞，什么信息都没有。宿主可以升级，只要有足够的魔力值就好了。
我现在连御兽师觉醒魔药还没买呢。陈默蓦然间看到地上的红色果子，神色一怔，紧接着眼前的魔兽不知道又从哪里找来一堆。这是火元素果，还是千年的灵果？魔兽见眼前人不动，翅膀动了动，惯例带来的热风差点没给陈默冻住。我可以吃吗？只见那堆灵果离他又近了些，陈默放下心吃了一个，浓郁的火元素涌入身体中，持续了几个周期，但又泄了出去。看来得成为御兽师才有用。陈默注意到地上嘴里流着口水但不敢上前的小鸟，伸手给了他一个，见他吃得欢，又给了几个。忽然间，火焰鸟轰的一声，身上冒出火光，持续了良久，火光才缓缓消失。这是进化了，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陈默将目光放在火焰鸟上，这下子那觉醒魔药应该是稳了。刹那间，呼啸的声音响彻在陈默的耳边，那只巨型魔兽再次出现。他不会是后悔了吧？只见一堆又一堆的红色元素果出现在他面前，这都是给我的。只见魔宠愉悦的点点头，带着脑袋上的呆毛抖了抖，然后哼唧哼唧的飞走。这只魔兽为何不像奇葩魔兽凶的要死？这是灵兽。灵兽怎么没听说过呢？算了，还是觉醒药重要。回到店铺的陈默急切地打开系统界面，查看自己获得的魔力值，居然有1500。陈默赶紧找到兑换中心，将那觉醒魔药兑换出来，迫不及待地回到了休息间。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谁？真会挑时候。你给我出来！陈默本来都要觉醒了，结果被这个二傻子给打断。我说你去哪了？原来是跑到这躲着了。为什么没给我的魔宠准备食物？你是不是不想在这个家待了？我想弄就弄，不想弄就不弄。这个哥哥往常都是逆来顺受的样子，怎的今日就跟变了个人一样？不过想到最近我在家族大比上的成绩，有价值的人才有资格选择，你就算了吧。有没有资格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回去吧，赶紧滚了，别耽误我觉醒。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陈默无语地望着他，摇了摇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你要是时间多就一直耗着，反正我不参加什么家族大比。陈远身子一僵，阴郁地看了店铺一眼，想到叔叔说的话，待了一会就走了。回到休息室，陈默眼睛冒着亮光，赶紧将手里装着白色液体的瓶子打开，将液体送入口中，闭上了双眼。就在此时，全身猝不及防地传来剧痛，骨头断裂的声音传出，陈默不受控制地倒在地上抽搐，冷汗直冒。啊！点点脏污从他皮肤中渗透出来，慢慢染遍全身。他虚弱的有气无力地站起身，嘴里不住地干呕着。陈默将身上的脏污洗掉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的皮肤是愈发晶莹了，白得发光。那个会员天神是什么？修炼功法，现在你已经是御兽师了，本系统将你之前的奖励都给你。陈默脑海里浮现出各种各样的文字。首先是会员天神，有9重境界，他现在只能看第1重，需要冥想出全息元素，将各元素融会贯通，并辅佐40的心头血冲击门槛，方能入门。陈默闭眼冥想良久，才慢慢的蹦出一颗红色的光点，试图靠近他，渐渐的越来越多，直到所有元素聚齐。陈默将它们引导进体内，最先进入的是火元素，导致陈默的肌肤变得丰腴。时间流逝，直到周围的元素光影消失，陈默才勉强吸收完毕。原来成为御兽师是这种感觉。只见他腹部上聚集着透明的雾气，陈默一使力就能按照他的想法来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元素。心语治愈术传入脑海。不过按照上面的说法，现在他学的还是初级的治愈术，可以治愈跟他同等级的任何伤害，倒是很实用，就是幻力消耗太大。现在的我是2星的御兽师，只可以契约一个魔宠，是时候该给自己找只魔宠了。什么样的好呢？系统，我可以去异世界契约吗？可以，但需要用信仰兑换。魔宠店获得的换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定价，化作信仰可以兑换异世界的任何东西，赠礼不算。这时，陈默听到一阵敲门声，当即走出去。于慧慧和苏雪莹站在店门口。慧慧，这就是你说的店？谁家店名叫笑眯眯啊？总让人觉得有些不正经。这家店长人可好了，我绝对不会骗你的。苏雪莹是双元素御兽师，天赋可是极好的。不然也不会在2年前被整个灵水市最具威名的菲尔学院录取。我如果获得整个家族小辈的冠军，也可以去这所学院。你是来驯养魔宠的吗？怎么感觉今天的店长比以往的要好看许多？你就是能将魔宠进化的驯养师。一般来说，能将魔宠驯养进化的，怎么说都是顶级驯养师才对。可眼前的人看着不过17岁左右，还是说这店的背后是什么大势力不成？是的，你是有要驯养的魔宠吗？有是有。你魔宠是火元素的吗？红莲出来，闪烁着金光的法阵一闪而逝，显现出里面半人高的雷火猫妖兽。火元素果，售价2000换币。我以为你是要展示术法的，没想到居然搞推销，真是不要脸。我以为你是要展示术法的，没想到居然搞推销，真是不要脸。苏雪莹说完就要拉着于慧慧走。
沉默直接把果子喂给了那只魔宠。雷火猫妖兽早就垂涎许久，如饥似渴的吞了下去，兴奋的翻了个身，嗷嗷直叫。你这是要强买强卖？怎么回事？我的魔宠增强了，甚至从3星初级到达了巅峰。这看着不像普通的元素果。火元素果，售价2000，驯养一次售价1万。苏雪莹回过神来，赶紧将钱拿了出来。苏雪莹感受到魔宠的直接变化，脑海里还新增加了技能信息，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火元素果倒是买得起，但是我的魔宠是冰元素的。店长，你这里能赊账吗？沉默摇了摇头，态度明确。于慧慧暗淡地收敛了目光。我借你，正好我还剩1万多。于慧慧眸光一亮，激动地表示感谢。好像感谢的该是我吧？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俩人居然还觉得贵。陈家别墅内，陈远跪在地上，眼神阴郁。一个中年男人手持鞭子，怒视着他。为什么没将他叫回来？他不肯。家族大比这么重要的时候，他凭什么不回来？再怎么废物也得回来参加，这是规矩，否则就会失去一切特权。起来吧，既然不回来，那陈家就当没有他这个小辈，我这个叔叔当的也够格了。沉默，等级初级驯养师，2星御兽师，品质差，魔力值507，信仰值22000，魔宠0。不错，再训练几次，我就能兑换更多东西了。到时候修为还不是蹭蹭往上涨。红衣女子站在门口。店长，我来取我的魔宠。沉默一愣，默默走进驯养室。当他将进化成爆破火焰鸟的魔宠带出来时，红衣女子清冷的表情有了起伏。这是我的火焰鸟，这是进化了。莫非这家店真有什么强大的背景？为什么之前龙猫兽的主人感受不到魔宠的变化呢？有专门的秘法，他没学。沉默将火焰鸟交还回去。进化后的火焰鸟比之前大了1圈，见到主人便扭着身子叫唤，扑进于方怀里，眼里闪烁着哀伤的泪水。怎么回事？你怎么照顾的？这人什么怎么回事？检测到异常波动，发布临时任务，获取顾客的信任，奖励武器龙涎古琴。你是有什么质疑吗？质疑谈不上，不过你这家店虐待魔宠，我一定会实名举报。虐待？你怎么看出来的？不过是训练强度大了点而已，但终归结局是好的。你的火焰鸟虽然没领悟出技能，但它确确实实的进化了。如果不信，可以回家用检测仪器试试。我自然会测试的，不用你说。要不这样吧，本店再送你颗元素果怎样？沉默说完，从系统空间取出一颗通红的果子，店内瞬间布满了浓郁的火元素。好强烈的元素气息，如此浓郁的元素果还是头一次见。这是你从哪弄来的？自然有我的渠道。能拿出这种元素果，绝不是普通店铺。难道有顶级驯养师坐镇？好，我就相信你一次。好的，这次训练费用10万。这店铺绝对不普通，兴许比我瑜伽还要强。红衣女子离开后，我的奖励呢？系统直接将奖励丢了出来，瞬间两眼放光，全神贯注地抚摸上那架古琴。它的作用是什么？话音刚落，沉默的胳膊不受控制地抬起，指尖破开小口，滴滴鲜血落入古琴被吸收。沉默眼眸变暗，嘴里默念着古老晦涩的咒语，直至眼底绽放星芒。古琴化作流光钻入他脑海，关于古琴的信息随之浮现在他脑海。名称：龙翔古琴，等级：神器，品质：极好，属性：精神类、治愈类。沉默心念一动，手背上浮现出小型古琴的图案。他闭上眼，在记忆中翻找，身子一顿。原来这个世上还有骑士这个行业，骑士修体术，根据本命武器进阶，而御兽师是根据魔宠进阶。看来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不了解的事情。他目光坚定地走进驯养室，将雷火猫妖兽、冰魄龙猫还有黑狼兽带上。沉默面前出现世界选择界面，他思考良久，最终选定一个叫遗失之地的地方。简介说这里元素风暴极强，正好适合魔宠训练，如果能有合适的魔宠就更不错了。沉默带着3只魔宠化作一道光芒消失。昏暗的天地间，沉默和3只魔宠正在从漆黑的云层中急速坠落，周围电闪雷鸣，刺眼的紫光不时划破黑暗。刚出现就被打死还好说，这直接出现在天上是什么鬼？这么高，什么时候才能到地底下？你们3个自爆，快点！冰魄龙猫和黑狼兽没有丝毫犹豫的具体能量，雷火猫妖兽却浑身发抖，用长尾巴蒙住自己的眼睛。沉默挑眉，眼神一变，聚起幻力朝雷火猫妖兽砍去。雷火猫妖兽瞬间炸开了花。沉默呼出一口浊气，眼神一狠，聚起幻力，毫不犹豫地朝自己天路冲去。沉默在一片昏暗的陆地上恢复意识，3只魔宠被系统复活在他身边。沉默诧异地感受到周围的元素力正自主地涌入自己体内，丹田中的白雾渐渐化作奶白色的液体。我的身体居然在自主吸取周围的元素力，等级好像提升了。不过在这种昏暗的环境下，
难免会有什么未知的东西。陈默警惕地环顾四周，带着魔宠小心翼翼地前行。期间，他们数次被元素风暴和雷电炸去，又复活。难道这个世界没有活物吗？突然间，陈默耳朵微动，从黑暗中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陈默蹑手蹑脚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靠近。3只魔宠也大气不敢喘，一抹白色身影漂浮在一堆雪白的骸骨之上，一根根骸骨鼓起，被送入那身影的口中，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你们上，将他耗死为止！冰破龙猫释放出冰晶盾，施展漫天冰玉杀去。黑狼兽散发着阴森气息，猛冲在前。雷火猫妖兽站在原地，眼底满是抗拒。陈默一把将雷火猫妖兽丢了出去。陈默举起滋啦作响的雷系幻力，默念咒语，铺天盖地的雷电朝那抹白色的身影打去。雷电和黑狼兽的攻击都直接穿过了白色身影的身体。这怎么回事？系统，幽灵类魂兽是没有实体的。陈默松了一口气，好奇的想上前查看。还没靠近，那魂兽猛地抬头，幽蓝鬼火般的眼睛盯住他，口中传出悲鸣声，迅速朝他飘了过来。陈默瞳孔猛缩，立即施展各种元素技能打去，却都穿过了魂兽的身体。不会这个世界的生物只有魂兽吧？陈默低头，不怀好意的朝着3只魔宠诡异一笑，将3只魔宠一个个甩向远处的元素风暴和降下的雷电中，然后自己也鼓起勇气钻了进去。随着一次次的身体被撕裂，陈默的身体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感觉，并且在进入元素风暴当中，他还试图吸收那浓缩而成的元素，但身体常常被撑爆。他的眼中从刚开始的抵触到现在的习以为常，就连那些魔宠都佩服不了。每次复活，陈默都无可奈何地瞧着那只魂兽再次一口咬住他的胳膊。走了，该回去了。陈默带着3只魔宠默念咒语，瞬间消失在原地。陈默刚出现在店铺里，还没来得及检查魔宠，就被胳膊上的魂兽震惊到：“你怎么还在啊？我的天！”检测宿主兑换魔宠，扣除2万信仰力。还是最低等的，可恶！用真实之眼看看，什么都没看出来。升级真实之眼需要多少魔力值？3000点。本系统给你算了算，这次训练获得7000魔力值，兑换之后你还有4507点。兑换。陈默感到一股凉意汇聚在眼眸上，他立刻集中意念看向胳膊上的魂兽。种类鬼火幽灵，属性稀有传说，等级3星，品质上位，战绩亡灵奴役，死神之手，传承技隐匿，控制技蛊惑。捡到宝了，怪不得之前怎么攻击都会从小幽灵的身体内转过去，想来是隐匿的作用。但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它契约了为好。通过系统进行契约，扣除2000魔力值。陈默半磕着双眸，嘴里念着古老晦涩的咒语，在感受到幽灵的气息后，一道契约法阵在他和幽灵之间形成。这契约除了能感知魔宠方位和技能等级外，居然还能随时随地将魔宠召唤回来，不管在何处。要知道，正常的契约也只是能在10公里之内召唤而已。陈默美滋滋的将3只魔宠放到了饲养位上，这3只里只有那只雷火猫妖兽进步最大，不止升到了4星，还领悟了2个技能，全是雷系的。黑狼兽升了个等级，变成了3星。冰破龙猫领悟了一个雷系技能。陈默将他们放好，就联系那2人过来取魔宠。才1天，这是真的吗？没过多久，于慧慧急匆匆的来到了这家笑眯眯店铺。陈默将他们的魔宠带了出场。冰破龙猫刚出来，就蹦蹦跳跳的跑到了自己的主人面前，周身噼里啪啦的闪着电花，随后毛茸茸的爪子举起一抹紫色光束，以急速般射了出去。这是雷电光束。于慧慧抱着自己的小咪亲了好几口，左看看右看看，赶紧将它收了回去。谢谢，我能感受到雷火猫妖兽的变化，已经跟我是同一等级的了。不用客气，就是别忘了帮我多宣传宣传。夜晚，听说我这个便宜弟弟在家族大比上拿了冠军，当上陈家少主了，马上就要去临水市的菲尔学院学习，不回去也说不过去。临近别墅，陈默打算直接进去，但入耳的吵闹声让他皱起了眉头，迈进去的一只脚收了回来，安静地站在门口。别墅客厅内，一头红毛的男孩和另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正围着陈远说话。陈远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攥紧的拳头垂在旁边。听说你有一个只能给魔宠喂食的哥哥，对吗？怎么没看到他？你也听说了，好像陈家嫌丢人，将他给逐出家族了，现在指不定在哪个店铺里猫着呢。我有点好奇，想知道你那个妹妹跟她哥哥谁厉害？你说什么？我妹妹才14岁，她哥都17了，还只能窝在小店铺里，这能比吗？我妹妹跟那个叫陈默的可不是一个级别的。门口的陈默微微抽动了下嘴角，就在陈默要进去的时候，肩膀忽然被拍一下。叔叔好，怎么不进去？在看戏。戏不用看了，以后陈家那边也别去了，你就在这个别墅里住吧，我这也不差你一口饭，别给我惹麻烦就行。话落，陈昭元自顾自地走了进去，陈默耸耸肩也跟了进去。陈默径直走到沙发前，在红毛男孩旁边坐下。就是这小子一直在好奇我有多菜的，
3星而已，跟我一样。你谁啊？怎么走路不出声的？我就是你口中的废物哥哥。不是说被逐出家族了吗？难道是赖着不走了？不是说被逐出家族了吗？难道是赖着不走了？也不知道陈远从哪交来的朋友，这么没有礼貌。陈远感受到视线，疑惑抬头，看到陈默后默的一怔，随后脸色变得难看。你回来做什么？我为什么不能回来？门口写着我不能进来吗？你已经不是陈家的人了，你不知道吗？为什么？每一代家族大比一旦开启，任何小辈都要参加，不参加的人就会被家族的人放弃。陈默依旧迷惑，甚至有些懵，他记忆中并没有这项规定。有些东西就是没有点自知之明。那你这个东西的自知之明又在哪呢？你说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菲尔学院高年级的学长，这小子哪来的胆子这么跟我说话？陈远看了陈默一眼，眼底变化莫测。我怎么知道你是哪里的东西？我看你是找死。庄宇下手毫不留情，凝聚的火元素化作剑雨，像是要把陈默碎尸万段。上赶着找死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陈远看到那要凝成剑雨的火元素，神色骤变，立马抬手用尽全力护起暗黑色的屏障，但屏障瞬间碎裂，他一口气提在嗓子眼。糟了，我才3星初级，跟那庄宇的4星根本就比不了。带着灼热气息的剑雨急速般向陈默刺去，红毛男子不忍地闭上了眼。我虽不喜这个哥哥，但也没打算让他死啊！陈远飞快地召唤暗影兽，准备冲过去防御，可还没等他出手，就被眼前这一幕震惊到了。那通红的剑雨直愣愣地刺穿了陈默的身体，在后面的墙壁上留下漆黑的深坑，而陈默却坐在那完这怎么可能啊？我明明用了7成的力气对付一个普通人绰绰有余，他怎么可能没事？不是。那人怎么还好好的在那坐着？就算没打死，也该跪地求饶了。就这，我只不过动用了小幽灵的隐秘技能而已，但却没想到这么好用。你知道得罪菲尔学院有什么后果吗？你这样的东西能代表菲尔学院吗？如果菲尔都是眼前这人的德行，那还真没什么好显摆的。正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菲尔学院山高皇帝远的，能跑到穷乡僻壤的地方吗？还因为自己人打别人没打死，要过来继续打，丢不丢人？我只是想给你教训，告诉你什么叫人外野人。我才不信这人能毫发无损，一定是有什么法器替他抵挡。不过不是说这人在家族里不受重视吗？那你这人外人，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了。陈默无视庄宇怒气冲天的目光，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要往自己的房间走。看来这个家根本就不欢迎我，还是将衣物收拾出来吧。这时陈昭元从楼梯上下来，注意到楼下的诡异气氛，不悦地皱起了眉头，在面对庄宇时又舒展开来。庄小兄弟，现在可以出发了吗？早就可以走了，就是被你们逐出去的人耽误了点时间。陈默，你解释解释怎么回事？这位可是从菲尔学院过来招生的，陈家可是给了不少好处才请过来的，居然被这个没用的人得罪了。那叔叔，家族大比的规则，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家族大比是你不回来的，如果你真为了你弟弟着想，就该自主退出家族，占了你弟弟的资源不说，还让他摊上了污点。那我也给你一个解释。陈默诡异地笑了一下，抬起手，一支通体赤红的剑雨瞬间在他手中凝结，周围的温度骤然升高。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那支剑雨急速射向庄宇。你是真他娘的不想活了！你是真他娘的不想活了！瞬间，周围的火元素疯狂聚集在庄宇身旁，化作一柄柄蓄势待发的烈火剑刃。烈火刃，去！看这架势，应该是4星战绩，正好试试我跟冰破龙猫学的那一招。急速飞来的火焰剑刃突然被一股寒气笼罩，渐渐冻成寒冰，砰的一声在半空中碎裂。刹那间，空气中灼热的温度被刺骨的寒冷取代，满屋子都是冰雪的气息。不可能，双元素，他居然是双元素，这也能叫废物？陈远僵直在地，眼眸内的情绪极度复杂。陈昭元也是满脸惊诧。双元素又怎么样？我就不信你小小年纪到了中阶不成。烈狱豹，我就不信这偏僻的地方能找到高属性的魔宠。随着庄宇一声召唤，一阵金光闪过，一头通体暗红、满身黑色纹路的烈狱豹随之显现，一呼一吸之间都带着能把人焚尽的灼热火焰。这可是5星魔宠啊！陈默依旧无所畏惧地站在原地，看到那边无动于衷的陈昭元，嗤笑一声。眼看烈狱豹就要冲过来，陈默手背上浮现出淡青色的光芒，龙翔虎禽的图案慢慢变大与陈默融为一体。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烈狱豹上，无人发现陈默的。陈默默念咒语，一抹白色的身影出现在陈默面前，小幽灵闪着幽蓝的鬼火，一口咬在了烈狱豹的头上。烈狱豹一愣，见这个小东西没什么威胁，也不在意。哈哈哈哈！你就召唤出来这么个小东西吗？怕是挠痒痒都不够。一个被逐出家族的弃子，死了也没什么关系。陈默，你还是道个歉吧。还有，他是怎么成为御兽师的？道歉，那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陈远一噎，手中的拳头攥得更紧了。就在这时，变故突生，那头高大的烈狱豹竟渐渐体力不支，毫无预兆的应声倒地，晕了过去。小幽灵在他头顶飘来飘去。没想到居然这么快，这技能不该叫死神之手，
该叫死神之嘴才对。怎么回事？你对我的魔宠做了什么？庄宇感受到自己的烈欲豹生命气息微弱，体内元素力接近于无。想到那只幽灵，他眼神狠厉，狂怒一声，爆炎掌！一只巨大的红色火焰手掌凝结而成，散发着浓烈的火焰，几乎抽空了庄宇全部的幻力。沉默神色一变，连忙施展出冰晶盾，同时将掌中聚集的冰锥甩向火焰巨掌，却被轻而易举的打散。没用的，你死定了！就在爆炎掌距离沉默不到半米时，沉默身上突然散发出淡青色的光芒，一阵悠扬的琴音传入众人耳中，大地瞬间破碎。这怎么回事？这小子居然是4星御兽师，他才17岁呀！陈长老，你不打算给我个说法吗？沉默，菲尔学院的势力得罪不起。我在呢，你别叫魂了，最后叫你一声叔叔。从此我们再无任何关系，跟陈家，跟你陈昭元。陈昭元愣在原地，沉默从系统空间中拿出5颗火元素果，抛给陈昭元。这个给你，当时这几年的伙食费加住宿费了。话落，沉默丝毫不留恋的转身而去，留下客厅里呆傻的众人。陈昭元正然的站在别墅内，怀里抱着5颗滚烫的元素果，眼底划过一丝后悔。陈远站在一旁，内心同样五味杂陈。事已至此，我怎么可能拉下脸去求他？作为陈家少主，以后好好努力。陈远艰难的点了点头。陈长老，这小子这么不把菲尔学院放在眼里，你不会就算了吧？庄小兄弟，陈默已经不是我陈家人了，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等其他3家少主过来，还得劳烦你指路呢。不敢当，你们曙光镇又不是没有菲尔学院的人，也难怪如此。我家的烈欲豹倒是受了不轻的伤。原来是打这果子的主意，这果子品质顶尖，我才不会让出去。正好我司库里有些火元素的灵药，就当做赔礼了。好的很。陈默走在离开别墅的路上，于慧慧看到陈默，欣喜的跑了过来。苏雪莹跟在后面。店长，你居然也会在这？店长也要跟着去菲尔学院吗？陈默摇了摇头。这样啊，还以为店长能去菲尔学院那边呢。以陈默背后那个顶级驯养师的能力，留在这个小地方确实屈才了。如果店长能在灵水市的中心开就好了。我想搬也搬不了啊。有时间一定去你店里光顾。那记得多帮我带几人宣传宣传。陈默回到店铺，正在电脑上查询菲尔学院的资料。菲尔学院是灵水市的最高学院，亚洲第5学府，看来是个不错的地方。可是我的地方是系统选的，系统我能搬家吗？等店铺升级，每升1级就会获得1次搬迁机会。我该怎么升级？达到接待100人的成就。我好像才总共接待3人而已，离升级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第二天下午，一个青年背着一个昏昏沉沉的壮汉踏入店中。2位来有什么需要？本店驯养魔宠一流。陈默看了一眼壮汉，打开真实之语。这家伙是个体修者，4星骑士，正好我也快4星了，治愈他应该还是可以的。他受了不轻的伤，你可不能再折腾了。不过我可以帮你。那就拜托你了。青年两眼红的跟兔子似的，守在旁边。陈默安抚的看了他一眼。你真的可以吗？想要治好大哥的伤，就必须得终极驯养师才可以。看他的动作，明显什么都不会啊。反正横竖都是死，为什么不碰碰运气？胡说，我大哥不会死。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你再不让，恐怕就真没了。青年连忙让开，但双眼却死死盯着陈默。陈默一只手抬起，结成一个复杂的手势，慢慢的一阵心芒划过，在壮汉身上。不出1刻钟，壮汉身上的伤势见好，脸色也变得红润多了。但陈默的脸色却越来越差。果然差一个等级，差了不少事，足足抽空了我体内所有的幻力，才完事。治疗结束，陈默脸色苍白。青年见状一喜，就要上前查看。别去打扰他，1天后就能醒了。等等，什么事？那个，谢谢你。谢我就免了，记得准备好10万治疗费。陈默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陈默盘腿坐在驯养室中央，感觉体内幻力涌动，似乎遇到了瓶颈。大概过不了多久就会突破4星了，得去异世界找找机会。通过店铺特权，陈默能清晰地看到外面的情景。店铺大门紧闭，那2人也出不去，而青年正守在壮汉的身边一动不动。很好，这样就放心了。走吧，黑狗，就去遗失之地，那的元素众多，很适合我修炼。陈默身影瞬间消失，陈默出现在一个漆黑的山洞边缘，他警惕地站着，背后是绚丽的元素聚集在一起后瞬间爆炸的轰鸣声，前方是犹似深渊的无底洞。还好这次没有出现在高空中。小幽灵，黑狗，我们往深处探索着。小幽灵，黑狗，我们往深处探索着。幽深的山洞中，只有小幽灵眼中的鬼火能发出那么一点亮光。陈默试着唤起幻力，刚聚起的火元素却瞬间消失，又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看来这里是不能动用元素的，有些可惜。陈默只好往前探去，可走到腿都酸了，还是没有到尽头。早知道就不进来了，在外面待着也挺好的。就在他这个想法刚升起，凛冽的剑势扑面而来。陈默顾不得那么多，召唤出本命神器龙弦古琴，一阵优美的乐声响起，
那剑势自在斧形上，便消失殆尽。下一秒，只见陈默身后，剑势、刀芒、棍法、神枪，18般武器样样都在，就连他刚刚弹的琴音都出现在内，全部都朝着他攻来。陈默匆忙的往回跑，却还是来不及。那阵阵攻势瞬间将他淹没，又刹那间消失，让他狼狈的出现在洞口。靠，这里是什么鬼地方？陈默目光翻涌，静静的在洞口站了很久，但到底还是没有再进去。好在适应了山洞的漆黑，再看外面这昏暗的样子，倒也没有不适应了。去别的地方训练。陈默跟以前一样，如法炮制，面无表情的将哀嚎的黑狗扔进狂暴的元素风暴中。陈默自己则依照刚刚的方法，召集所有元素，试图制造元素风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能制造小型风暴，同时他也顺利晋级4星御兽师。可惜这个世界的元素风暴内有10多种元素，而我就只能把火、雷、暗、冰4种元素融合一起，并引爆。就是不知道我的体修达到多少了。算了，先不想这些，还是先管管小幽灵吧。陈默伸出只胳膊，让小幽灵将自己咬住，一起踏入那些爆炸的元素中。可是每次小幽灵却啥事没有。难道需要到别的异世界才能升级吗？小幽灵的鬼火闪了闪，陈默将黑狗解救出来。种类：雷电黑狼兽，属性：优秀，等级：3星，品质：下位，战绩：黑月，雷霆之力，防御技：血月盾牌。陈默回到店铺，闭上眼，感应着体内的力。现在的我已经是4星御兽师，掌握初级治愈术，就是体修不知道多少等级了。去看看那两人。房间内，那壮汉已经醒了过来，正坐在床边。那壮汉见到他，眼底的感激之情都要溢出来了，慌忙的要下地行礼。10万治疗费想好怎么付了吗？既然恩人喜欢钱，那我就送好多钱。恩人，我叫宋家勋，飞狼佣兵团团长的儿子。我们团队是佣兵公会内的金勋佣兵团，恩人可愿做我们的客卿？到时候不止10万换币，库内的宝物随恩人挑选。客卿，我倒是知道佣兵团是常年游走在魔兽居住地的冒险者，直属佣兵协会。但是客卿难道是长老之类的？客卿是我们的座上宾，不用做什么事，只要在危难之时施以援手，还享受我们常年的供奉。行了，交了钱你们就走吧。对了，记得多跟你们的队员宣传。从家勋一怔，没想到他拒绝的那么快。恩人可以跟我们回佣兵团看看，我们一定用最高的礼仪招待你的。这么着急让我跟你们走，你们不会害我吧？也不知道这两人有什么目的，绞尽脑汁也要把我挖走。不瞒恩人，我父亲半年前一次去雷区深处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了重伤，至今昏迷不醒。我们此行就是为了找9万载生化，没想到遇到了7星魔兽，导致2伙伴遇难，我也受了重伤，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既然恩人能把我从鬼门关拉过来，能否帮我看看父亲？我的初级治愈术只能将跟我同阶的完好治愈，高一点都要了老命了，就从家勋都有些勉强，更何况是他父亲。临时发布任务，拯救顾客家属，奖励龙涎阴术。临时发布任务，拯救顾客家属，奖励龙涎阴术。我正愁那武器怎么用呢，这不就来了。不过凭我现在的能力还是不能啊。恩人，我们不求能治好，至少能延缓时日，好去找那9万载生化。系统查看兑换中心有没有他说的那个9万载生化。从嘉玲心急如焚地看着陈默，急得直跺脚，却不敢出声打扰，嘴唇都要咬破了。这9万载生花竟是又名重生之花，相当于一条命了。服用后哪怕是要死了，也可恢复至巅峰状态。怪不得这俩人冒死也要找到。他放下了心，用2000魔力值换了这个花。我同意了，你们什么时候出发？就现在。从家勋和从嘉玲一脸喜色，恨不得立刻出发。先把我那10万块钱付了先。从家勋听着他的话，不好意思的挠挠头，赶紧将把钱付。临走之前，陈默将店门关好。秦可眼眸深邃阴鸷的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人，房间内气氛压抑。如何了？爸，你放心，一切安排妥当，那2个人绝对不可能活着回来。一个鬼鬼祟祟的人溜进房间，在秦飞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秦飞听完，控制不住的嘴角上扬，对着自己的父亲重重点了点头，眼底竟是藏不住的兴奋。团长怎么样了？秦科和秦飞脸上的笑意瞬间化为哀愁，转身看着床上的人，满眼惋惜。夜色中，陈默跟在从家勋2人身后，双手背在后面，打量着周围的环境。恩人，这就是我们的飞狼佣兵团了。从嘉玲则亦步亦趋的跟在他后面，一言不发。直接去你父亲那儿吧。从家勋一怔，见他这么有底气，心底终于升起了希望，也不再介绍，立刻带着陈默往他父亲的住所走去。远处一间屋子灯火通明，隐约可以望见几个人影。一定是我叔叔在照看着。3人走到门口，守卫见到从家勋，绷着的脸松了下来，笑着让开了路。但看到陌生的陈默，立刻警惕起来。看你不像是团里的，你是什么人？我是你前面的人带来的。徐哥，这是我带来的人，放他进来吧。徐荣狐疑的看着陈默，皱着眉犹豫了半晌，还是让开了路。陈默看了徐荣一眼，走进去，见到里面的3人也面无表情。开始吧，我现在就可以。叔叔，这是我请来医治父亲的，他的驯养术是我见过最好的了。哪来的骗子，忽悠我大侄子？
知道你担忧团长，但这可不是儿戏，万一出了好歹，请你出去。我劝你收起你那些心思，我们飞狼不是那么好掺和大街的。识相点，赶紧走吧。还不走？看老子不揍你的！我刚刚看了，他才17岁，如今就已经是4星御兽师了，也算个天才了。一时犯了错误也是难免的。副团长，也就你心善，你也不想想，他一个4星的，怎么可能治咱们团长？却骗得小团长将他带进来，绝对不安好心。小年纪就这么居心叵测，你到底什么目的？是不是其他团派你来的？跟他废话做什么？赶紧将他打出去！不是的，不是的，这位是我的恩人。你还小，不懂世人险恶，他是要利用你好，对你父亲下手。算了，你要说出来是谁让你来的，我们不为难你，给他关起来，饿他几天就不信他不说出是哪个团派来的。你们说完了吗？你怎么如此执迷不悟？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哄骗的小团长。从真和徐茂盛一听，注意到从家寻焦灼的目光，连忙警惕起来，向陈默释放出了威压，好让他无还手之力。他怎么一点事没有？这时，一阵抽泣声传入众人耳中。嘉林，你怎么也在这？嘉林，你怎么也在这？陈默闻言看过去，不知何时，那里的青年已经变成了楚楚动人的小姑娘，手里攥着个耳坠，哭泣着。她哭什么？爸，对不起，我和大哥骗了你，我偷拿了母亲的法器，变了性别，和大哥还有小二、林奇偷偷出去寻药去了。但路上却遇到了7星魔兽，小二和林奇为了保护我们生死未知，大哥受了重伤，我背着大哥逃了出来，是店长救了我们，他不是坏人。陈默听到这利索的解释，不由得对这小姑娘刮目相看。不错，多谢小兄弟了，以后用得到的尽管说。徐茂盛的表情也好转了，但听到小二和林奇生死未知，不禁有些奇怪。我白天还看到那俩人生龙活虎的，怎么会生死未知？见众人情绪稳定，陈默刚要开口说话，却又被秦科打断。陈默脸色难看地瞪着秦科。既然是恩缘，那得好好招待，就是别说什么能治好团长的话了。徐茂盛和从征闻言一顿，再次对陈默充满了不赞同，觉得这少年太过自负，心性一般。我送你去休息吧。这些人的嘴是租来的吗？我说一句话就这么难？以你4星的实力，最多是中级驯养师，团长这伤就连简老都治不了。众人闻言纷纷反应过来，是啊，连大名鼎鼎的驯养大师简老都没办法，一个17岁的少年又能做什么？连从家寻和从嘉林的眼神都开始变得犹豫。陈默直接无视他们，将酒伴再生花从系统空间拿了出来，唯有秦科眼底全是震惊，他连忙要出声阻止。陈默察觉到秦科的意图，冷笑一声，直接用幻力将花朵挤压成一滴金黄色的水滴，不顾众人反应，强硬地送进了团长的口中。你给我哥吃了什么？你果然是有目的的接近小团长的是吗？所有人再次警惕起来，焦急地准备将陈默拿下，连从家寻和从嘉林都开始动摇怀疑。你们不知道酒伴再生花，连你们小团长都知道。众人震惊到无以复加。我从来没说我是要自己治伤啊，我明明是来喂药的。众人神情呆滞，陈默将目光放回床上。酒伴再生花只在传说中出现过，也不知这是真的假的。这些人中就你长嘴了，你咋那么会找存在感呢？少说一句你心里难受啊？是真是假等着不就行了？这么多人呢，我是来找死的吗？害你家团长？秦科脸色难看，看向陈默，透出一丝杀意。我是在救人，而你却一再阻止我，莫不是不想让你家团长活了吗？什么歹毒的心思？我只不过是关心则乱，你不要血口喷人。谁知道你是关心则乱，还是担心人醒过来？陈默看着秦科有些闪躲的目光，觉察到了不对劲。难道真给我猜中了？小兄弟，副团长最是仁慈了，怎么可能会害人呢？那在场的人都不知道再生花长什么样，怎么就他知道还要阻止我？再生花是小二告诉我的，小二跟秦飞走得近，那秦叔叔知道也是正常的。不过恩人，那花真的有那些奇效吗？团长原本消瘦苍白的面容逐渐红润，呼吸变得平稳有力。从征来到床边，从家寻也激动地赶来，热泪盈眶。从嘉林喜极而泣，只有秦科一人脸色变化莫测。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团长身上，无人察觉。陈默则暗中观察着他，更加坚信了自己的猜测。秦科见团长恢复只是时间问题，悄悄退了出去。过了好久，众人才发现秦科走了，都以为他是去通知这个好消息了。总感觉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呢。陈默坐在床边，看着床上气色好转的从天路，眉头紧锁，开口真实之言。这位团长的实力竟然是9星御兽师，离天空级别不远了。奇怪，整个魔宠大陆9星强者一双手就能数过来，怎么会遇到这种危险？ A 区里最强的魔兽也才7星，你们团长是怎么遇到危险的？这个我也不清楚，是秦副团告诉我们的。当时一个雇主发布了9星魔兽内丹的任务，大哥和副团长就接了，可惜那一队的人都没了，大哥昏迷不醒，秦科也受了重伤，大哥还是副团长救回来的，不可能害了团长。徐茂盛站在一旁，一言不发，陷入沉思。你爸大概用不了多久就能醒了，我也该回去了。对了，记得找100个人去我店消费啊，就当是报酬了。小兄弟，你还开店？自然，
这酒伴再生花就是我们笑咪咪店铺出品，除了灵药，本店驯养魔宠也是一流的哦。你们俩先回去休息吧，团长明天就会醒的。我不，我要陪着吧。爸，我要跟你一起待在这。回去吧，大概明天才会醒，回去睡一觉。两人一顿一步三回头的退了出去。看来这俩孩子挺信任你。这两个藏不住事的，想什么都写在脸上，显然是被自己的父亲保护得很好。见陈默没答话，徐茂盛想了想，掏出一枚金色刻着一头白狼的勋章。这是客卿的令牌，回来的时候俩孩子跟我说了这事，还是感谢小兄弟的大恩大德。能否问一下姓名？陈默，笑咪咪店铺的店长。突然屋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什么声音？陈默也觉察不对，连忙站起来，刚到门口就被一人堵了回去。秦科行不如风地走进来，眉宇间尽是阴鸷。老团长要不行了，你们两位纵容这人将团长害死，想要谋取团长的位置，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为官束手就擒吧。看来这人是知道团长要醒，想将我们一网打尽。以他在团里的仁慈形象，可以随便编故事。这人谋算如此之深，该不会从天路的伤从头到尾就是他设计的？怪不得躺了半年多都不见好转。你是个人才，如果你愿意归顺我，我可以留你一命。我怕我哪天超过你，再让你给拽下去。你不识好歹，将他们带上来。从家群和从家林被绑着绳索，捂着嘴压了进来，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还好，只是被捉住了而已。振作起来，从团长不久就会醒过来，只要拖住他1小时就行了。从征，徐茂盛突然脚站不稳，摔倒在地。你下药。从半年前开始，你们喝的、吃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会放一点枯鬼之墨成的粉。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们，不枉我谋划多年，利用从偏度的信任背后偷袭他治重伤，总算能收获成果了。唯一的差错就是让这两个小崽子回来了。秦科阴沉的目光扫过从家寻和从家林兄妹二人，早知道有这么一出，就等没人的时候再喂药好了。就是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打过7星的人。陈默悄悄在体内运行混元天神第一重，警惕着对方的动作。不会还想反抗吧？一个才4星的小子有什么能耐？不如缴械投降，好少吃点苦头。陈默神色冷峻，凝视着秦科的动作，蓄势待发，余光扫向地上半昏半醒的徐茂盛等人。这怎么能叫反抗呢？这叫惩恶扬善好吧？陈默话音刚落，秦飞就立马召唤出自己的魔宠，一只浑身长满土刺的碧岩兽出现在秦飞身前。既然你如此，那就去死吧！等你死后，他们都会去陪你的。秦科一招手，一股风就将从家寻和从家林兄妹俩扔到了陈默那边。陈默脸色一变，迅速上前将两人缓冲一下，让他们安全落地，将小幽灵和系统空间的黑狗也召唤出来。地面上出现了1人高的雷电黑狼兽以及一只较小的幽灵。就这2个小崽子还不够我家碧岩兽塞牙缝的呢，你也太搞笑了吧！要是想寻死，何必多此一举啊？陈默趁其不备，空头的琴音传出，向秦飞杀去。黑狗使出全力对付那只碧岩兽，你去对付他。秦科为了以绝后患，开始朝床边走去。陈默刚想要乘胜追击，但火元素刚刚聚齐，就神色骤然一变。不好！陈默赶忙退回去，将试图对从天路下手的秦科拦住。一架悠久的古琴横在两人中间，手背上淡青色光芒闪烁。秦科直接召唤出暗炎烈火兽，一个7星的双属性魔宠，去陪他玩玩。呜呜呜！小幽灵上，黑狗你去对付那只5星的。小幽灵迎上暗炎烈火兽，黑狗则继续与碧岩兽缠斗。陈默周身泛起淡青色的光芒，每一招每一式都朝着秦科攻去。你竟然还是个骑士！陈默运转混元天神第一重，吸引各种元素填补空缺，释放而出的琴音干扰着正在作战的魔宠，但依旧效果甚微。陈默抬眸望向秦科，掌心怒，雷、暗、冰4种元素慢慢的被他融合在一起，迅猛杀向秦科。暗炎烈火兽，烈焰斩！暗炎烈火兽身上爆发出强烈的火光，形成一阵刀光向陈默的方向斩去。陈默甩出手中的爆裂元素朝刀光击去，两股力量相互碰撞，发出一声巨响。烟尘散去，陈默居然好端端的站在那里，连余波都未能伤他分毫。你小子是有点能耐，但也仅限于今天了。暗月炎域，以暗炎烈火兽为中心，整个房间都笼罩在黑暗中，温度却在逐渐升高。地上的4人虚弱的喘息着，就连秦飞也控制不住的离得远远的。必须将眼前的人一击必杀，否则会引来更多的人。黑暗中，陈默的古琴周身淡青色荧光依旧存在，他旁边的魔宠身上居然也散发着白色的暗光，眼中鬼火闪烁。怎么会？这可是7星幻技，那是什么法器？丝毫无损不说，居然还有抵挡的气势。陈默抓紧机会聚其4元素风暴轰去，小幽灵也紧随其后，悲鸣声从他口中而出。吼！暗炎烈火兽不受控制的对着秦飞吐出火焰。停下！千钧一发之际，那火焰顿时化为乌有。秦飞吓得失声，
跌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沉默趁此机会，4元素风暴脱手而出，在秦科身上爆发非常强烈的元素乱流。轰的一声巨响，秦科被风暴完全吞没。秦科被元素风暴击退，嘴角溢出鲜血，眼神逐渐疯狂。小子，你去死吧！好，这就是七星御兽师的真正实力吗？好强的威压！沉默抓紧机会，无数元素风暴朝那个方向轰去，但都被暗炎猎物抵挡住了。小幽灵，使出你的全力！小幽灵眼中鬼火一动，阵阵悲鸣的叫喊声传出，击溃人的心灵。秦科眼中一点点变得浑浊，神情恍惚。这时的暗炎烈火兽急速地向他奔来，尖锐的利爪近在咫尺。沉默收回心神，双手会凝聚一个元素风暴，猛地合二为一，但只把暗炎烈火兽击退到不远处。小幽灵现在蛊惑秦科的心智，坚决不能被打断，必须找机会将秦科击杀。那么这头暗炎烈火的境界就会下跌。这琴音只对神智有用，只能利用琴音暗处偷袭。检测波动中，检测完成，任务完成，奖励龙涎医术1本。沉默的脑子里轰鸣一声，无数的声音涌来，一抹庞大的身影在云雾中弹奏着。龙涎耶术第1式毕生潮。沉默的眼中划过一丝淡青色的光芒，跟随着脑海中那个庞大的身影弹奏着，一股如海啸漩涡般的琴音从他交替变换的手指中传出。暗炎烈火兽竟然有一瞬间呆滞。机会，机会！沉默掌中聚集着浓烈的元素力，猛地朝秦科的头顶一轰，秦科应声倒地。秦科表情愤怒不甘，死死盯着沉默。那头暗炎烈火兽的境界也随之下跌到4星，趴在地上。啊！我要你偿命！秦飞瞬间来到沉默的旁边，竟是要带着那碧炎兽自爆。沉默拨动琴弦，那股力量刹那间化为乌影。秦飞又用全身的幻力想要给予沉默阵阵一击，但被沉默的元素风暴一巴掌呼走，不甘地闭上了眼睛。从家寻和从嘉玲被震撼到目瞪口呆。这时床上传来一阵动静，从天路不知何时已经坐在了床边，望着沉默。可算醒了。恩言，你先别说话，我找人帮你医治，你不会有事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整个飞狼佣兵团的恩念，我这条命就是恩念的。不枉我劳心劳力，不行，我还有一事得尽早交代。我等治好再说。本也。从天路连忙招呼外面的进来，其他人见到秦科的尸体不由一怔，在看到从天路时，身子又猛地僵住，但还是得慌慌张张的听从。我已经派人去找驯养师了，你先体一会。别忘了，凑齐100人到笑咪咪店铺消费。沉默说完，眼前瞬间黑了过去。我还没报恩呢，欠了小恩人这么大的人情，怎么会？小小年纪竟就这么去了。从天路既心疼又愧疚，守在沉默的身边。一位老人匆匆赶来，见到此地一片狼藉，心中一惊。他赶忙走到从征身边，当即就要医治，但瞬间被一道声音阻止。先看这位，他为救我们，现在快要不行了。老人闻言，看向那位面色红润的少年后，奇怪看了从天路一眼。他只是睡着了。原来真的睡着了，还好。从天路将沉默放到自己的床上，让他好好休息。团长，这毒恐怕只有监牢才能解了。也不知道谁这么狠心，居然下了口鬼之的粉末，都已经深入骨髓了。凭我的能力，只能拖延些时日。都是因为我的疏忽，才导致今日的事情。从天路注意到2个小孩，赶紧给他们松绑。3天后，沉默缓缓睁开眼睛，发现床边正有2个小孩好奇地盯着他看。女人醒了，我这就去找我爸来。我睡了多久了？你已经睡了3天了。已经这么久了？有吃的吗？从嘉玲会议也起身出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100个人去我店里消费才对。恩言，你可算醒了，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吗？以后叫我名字就好了。好的，陈兄弟，这次多亏了你，以后你有什么要求，我飞狼一定在所不辞。我要你找100个人到我店消费，只要100人消费就行吗？我们团可有1000多个人呢。行，一会儿我就是吩咐。对了，这是我们团客卿的勋章，以后你拿着它就可以随意吩咐飞狼。我已经有一个了，是你弟弟旁边那个人给的。从天路面色瞬间僵硬，随后又有点失落。那2人还没醒吗？他只能拍了拍从天路的肩膀，象征性的安慰一下。沉默，饭来了。沉默伸手将食物接过，也没有什么心情去吃了。监牢来了，我已经召集100人，陈兄弟可以去看看。从天路说完，便匆匆离去。现在一切都解决了，而我就不用在这里待着了，带着那100人直接回店里就行。沉默领着浩浩荡荡100人来到自己的店铺，一个个排队，我不会讹你们的，放心，用真实之眼估算价格，这些人都是一样的估价，怎么回事？初级1万，中级3万，高级10万，这是驯养费。至于灵药或者往后的魔宠，都是按这个倍数来的，况且有本系统帮你算呢。本店现在只招收7星以下魔宠可以驯养，一个一个来就好。佣兵们纷纷放出自己的魔宠，要不是魔宠有缩小功能，怕是将我的店都挤没了。这是什么时候开的店？门口怎么这么多人？不知道啊，这家店不是黄了吗？我还认识之前那个胖老板呢。所以这次换人了，我们要不要去试试？别了吧，还是先看看，万一是忽悠人的呢。沉默没理会那些好奇的众人，
忙了一天才把所有人的魔宠安排好，把他们的通讯全部留下，并登记后就关门了。还好最高的也不过就6星而已。系统发布任务，连续驯养100名魔宠，奖励开灵术1本。陈默一听，瞬间精神百倍，赶忙准备带着这群小朋友去异世界玩耍。可刚要走，却被门外的铃声打断了。谁大半夜会敲门？陈默一开门，门外站着一个身着红衣、面色清冷的女子。我是来找你买元素果的，还有吗？你要买多少？你有多少？我系统空间内大概还有15颗，但也不能全给，我还有10颗。我全要了，一共20万换币。于芳很是速度，拿出一张小卡片贴在自动拨款机上，不一会前就到账了。到了声谢，便匆匆的走了。信仰力达到30万零2000。陈默风风火火的关上了门，就往寄养室走去。陈默站在寄养室中央，嘴里念着晦涩的咒语，一瞬间带着所有魔宠来到一片绿色的海洋中。陈默站在岸边，身后100只魔宠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四处撒欢，场面一片混乱。系统有什么能让他们听话的吗？呵呵，换完这个我就只剩7点了，你也回到解放前。陈默面无表情的点击了兑换，顿时一股信息涌入他的脑海。原来这通灵术可以在异世界命令带进来的魔宠，还行吧。上岸。浩浩荡荡的魔宠大军踏上岸边，陈默领着魔宠大军向着前方的茂密森林走去。走了这么久，除了些没灵智的小动物，连一只魔兽的影子都没看到。再这样下去，只能换地方了。这时，远处传来说话声：“你说的是真的？有生人进来？不可能吧？这里已经好久没人来了。那我就去看一眼吧。”精灵，你又是谁？你是？我叫维拉，是精灵一族的公主。你打哪来？你后面的又是什么？维拉说着，优雅地拍了拍身边的驯鹿，坐了上去。我没有恶意，后面的是我的伙伴，我只是带他们来训练而已。是吗？可这里是精灵一族的地盘，你快快离去。维拉压下好奇心，说完便优雅地转身准备离开。等等，你们这有魔兽吗？或者一些显地？维拉没有回头，骑着驯鹿径直走了，只留给陈默一个背影。他平静地注视着维拉离去的方向，随后继续招呼着身后的魔宠前行。森林中，一只魔宠突然倒地死亡，陈默立刻警惕起来，并挥手将其护。下一秒，无数藤条从地面破土而出，如鞭子般甩来，将地上的魔宠打得四仰八叉。快速作战，用尽全力。魔宠们知道自己不会真的死亡，便发了疯似的各自施展元素技能。又是你，你是来进攻我精灵族的。又是你，你是来进攻我精灵族的。维拉手中瞬间出现同样的藤蔓，直接朝着沉默的方向狠狠甩去。不是，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来训练那些魔宠的，对你们精灵族没有一点想法。是吗？那为什么我的伙伴会攻击你？啊，可能是误会了，我叫他们停手。沉默当即下令，所有魔宠都停下攻击。然而那些藤蔓却不受控制的继续挥舞，一半的魔宠都受了伤。维拉看着受伤的魔宠，孤傲的脸上竟掉下泪珠。他伸出双手，泛着柔和的绿色光芒，开始治愈那些魔宠。沉默一愣，连忙走了过去，也抬起手，手上同样泛起绿色的荧光，一点点治愈着魔宠的伤口。你为什么会精灵的秘术？这种手法，这样的气息是只有精灵皇族才能学会的治愈术，他为什么也会？沉默不好解释，这是系统给的，只能报以微笑。但这画面落在少女眼里，就成了默认。你随我回宫殿。话音未落，一根藤蔓缠住沉默的身体，将他拉走。沉默本想挣脱，但看少女急于求证的脸色，还是放弃了。森林深处，参天大树上挂着一个个小木屋，许多精灵从木屋中探出头，惊奇又疑惑地盯着被藤蔓拉着走的沉默。这也太引人注目了。维拉带着沉默来到一棵比周围所有树木都大了几倍的巨树前，这就是他说的宫殿。伟大的生命树能否解答我的疑问？我身边的人是那传说中的精灵王吗？精灵王？我开什么玩笑？美丽的维拉公主，她并不是你所说的精灵王。听到这话，沉默和维拉都明显松了口气。伟大的生命树，这人偷窃我皇室秘法，该献祭给您做养料。我怎么就偷窃了？这是别人给我的。系统，这是你给我的，你得给我负责啊。维拉清冷地看着沉默，等待着生命树的审判。他并没有偷窃，美丽的维拉公主，请善待他。为什么要善待他？为什么他会皇室秘法？生命树到底知道些什么？维拉见生命树不再回应，沉默片刻，看向沉默的目光不再那么戒备。既然生命树要我善待你，那你就是我精灵一族的贵客。能解开了吗？绑着沉默的藤蔓应声解开。你这里有显地什么的吗？维拉皱着好看的眉头思索，突然一片绿叶从生命树苗上飘落，正落在沉默身上，瞬间消失。这是生命树的叶子，为什么会给我？我感觉身体里多了一股浓郁的生命气息，和植物的亲和力也提高了。沉默闭上眼，周身渐渐缠绕起青色的藤蔓光影，气息从4星猛然暴涨到5星阶级。光芒散去，沉默缓缓睁开眼，迎面便是维拉满脸嫉妒的表情。也对，生命树相当于他们的母亲，母亲把最好的礼物给了我这个外人，他当然会嫉妒。维拉，你想好了吗？那些显地的地方，我精灵族是上天的宠，没有什么显地。你说出你的目的，兴许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帮到你。我需要提升外面那些伙伴的实力，最好能让他们进阶，
净化是最好的。我取一滴生命树的汁液，放在一处水池中，将它们浸泡1月有余，应该就能达到你的要求了。这么容易？这里10天等于外面1天，1个月的话，也就是外面3天，麻烦你了。你已经得到了生命树的认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就好。沉默在一群精灵好奇的围观下，将上百只魔宠带到一个新建的水池边。维拉已将一滴生命树汁液滴入池中，魔宠们异常兴奋，没等沉默下令，就一个接一个的跳进了水池里。这里我会让人看守的。好。沉默跟着维拉在森林中漫步。你所说的精灵王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精灵王是最伟大的人。不远处，几个小精灵正用弓箭练习射击，一个精灵不小心被树枝划伤了手臂，但伤口还没等流出血，就自动愈合了。自愈能力。沉默捡起一根树枝，在自己胳膊上也划了一个口子，果然伤口很快就恢复如初。我也拥有了这种能力。水池边，沉默满意的看着池中气息强大的魔宠们，它们有的体型变大，有的形态发生了进化。不错不错，都进阶了，还有少数进化了，这次真是省心省力。森林边缘，阳光斑驳，维拉拦住准备离开的沉默，手中幻化出一把古朴的长弓。这是生命树掉落的枯枝做成的弓，送你的临别礼物。沉默一脸惊讶，维拉不由分说的将弓塞进他手里，随即转身跃上一头驯鹿，头也不回的朝森林深处远去。走了。沉默带着100只焕然一新的魔宠回到店里，驯养100只魔宠，所得魔力值20万魔力点。发财了。他美滋滋的将魔宠们安顿好，然后打开了系统的兑换中心，翻看兑换列表。这些东西在异世界就能搞到，没必要换。宿主可以升级店铺，一共20万。不是说达到成就就可以升级吗？哪有那么简单，还需要魔力值。这该不是你自己定的吧？还不是，升到2级店铺可以获得孕育魔宠的孕养位，还有售卖灵药的柜台图鉴，并且可以售卖一些在异世界获得的武器图鉴。刚到手的弓就让我卖掉，想得美。不过升级店铺的好处确实很大。沉默咬了咬牙，在系统界面上点击了升级。升级之后的店铺比以前大了1倍，崭新的柜台和货架陈列整齐，前台的设备也更新换代，充满了现代科技感。沉默正要躺下休息，门口传来敲门声。他打开门，看到于芳站在门外。于芳往日高冷的面容上多了一抹愁容，眼底满是疲惫。你今天来还是为了元素果吗？你这有那种不管受了多重的伤，吃了灵药都可以恢复的吗？抱歉，没有。于芳的眼眸渐渐暗淡下去。是有人受伤了吗？可以跟我说一下情况的，兴许我能帮得上。我们族中的一个小辈在学院试炼上受了很重的伤，至今未醒。说起来你也认识，我还是跟着他来这家店的呢。林慧慧，她怎么出事了？这丫头不是去菲尔学院了吗？不能连个学员都保护不好吧？说来也奇怪，同是一场试炼，其他人都好好的，就只有他出事了。据家族另一个小辈所说，是误食了剧毒的药草，具体是什么连简老也查不出来。简老可是个驯养大师，治愈术也是高级的，不应该对3星的问题束手无策才对。想来是很棘手了。我就是来问问，打扰了。你可以明天来驯养一次魔宠，说不定我就有办法了。只要我兑换一次再生化，应该就可以解决了。好，我明天再过来。果然商人就是商人，到现在还在想着招揽生意。得等今晚的店面彻底完成升级，我就能认养了。夜深人静，沉默在店内踱步，蓦然间他脑中一痛，猛地抱住头，浑身颤抖。大概1个小时左右，他才渐渐清醒。初级开灵术，可以开启或提升魔宠的灵智，后有效的促进他们天赋，激发他们的潜能。第2天一早，于芳就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只小巧的火焰鸟。你稍等一会，就培育完了。敷衍我，往常最少都要1天，怎么这次就1会儿？沉默将火焰鸟放到寄养位后，开始尝试心理闹开灵术。他轻抬起手放在火焰鸟的脑袋上，口中默念咒语，引导着他的灵智。高昂的啼鸣声响起，火焰鸟的目光成熟了不少，看着沉默的情绪没有那么讨厌了。沉默使用真实之眼查探，没想到这开灵术竟如此的厉害，不止等级提升了，就连潜力也提升了。没想到这开灵术竟如此的厉害，不止等级提升了，就连潜力也提升了。火焰鸟从寄养位出来，回到大厅，体型明显变大，羽毛也更加鲜艳。我7星御兽师的第2只契约魔宠，本想陪它慢慢成长，结果送到这店铺里就成长得如此之快。一次驯养费10万元，你们这是有顶级驯养师坐镇吗？我店目前就我一个。我明白了，想来是那位顶级驯养师不想让人发现行踪。我马上就要到临水市开店了，正好去帮你看看。你这昨天不才翻新吗？我有钱，任性。于慧慧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对了，这个是我在那一枚临时讲师的令牌，我要去刷脸就行了。如果你去的话，没有这个会很麻烦的。于芳拿了一枚菱形的吊牌递给了他，沉默点点头收下。沉默送走于芳后，迫不及待地在店内呼唤系统。系统，我们怎么搬家？你只要在临水市再买一所店铺就可以，这里的就会恢复原样。可是我钱都换新养力了。本系统又没说不可以换回去。再说那些人送你的东西可是很珍贵的。对啊，我也可以拿东西换钱。精灵族送的弓。菲尔学院坐落于临水基地的市中心。沉默刚走到宏伟的城门口，就被一队身穿银甲的守卫拦了下来，理由是穿着不得体。你还是趁早回去吧，这临水市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你这有规定穿着不得体就不能进吗？
我又不是不给门费。是，就是觉得你给不起，毕竟入城费就100换币，一个穿着100不到的，怎么可能让你进去？快点呗，后边人还等着呢。没钱就回犄角旮旯里待着去，耽误我们的时间，你赔得起吗？就是，小小年纪不学好，不让我进去是吧？行，老子就在这堵着。你干什么？闹事是不？来人给他丢出去！一队人呼啦啦的围着他，用瞧不起他的眼神要上手将他架出去。一个人刚要上手，还没触碰到陈默，人就被掀翻了。怎么回事？另一人咬咬牙也上前拽陈默，同样还没碰到陈默就被丢了出去。一群4、5星的骑士也好意思守门，总比你这个穷小子强。穿着不到100的衣服就想直接闯进去，现在说要交入城费了，交得起吗你？陈默甩甩手中的换币票，上面书写着100的大字，在银甲队长呆滞的目光中扬长而去。陈默开始在繁华的街道上寻找适合开店的地方，若有所思地盯着骑士协会，围绕着这所会所的周围全部都是魔宠店。这倒是奇怪。陈默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周围，这里好像一个等级鉴定所，除却那些武器图鉴外，就是鉴定等级的地方了。陆陆续续都有人或失落或兴奋地从那所房间走出去。原来是鉴别所有骑士等级的地方，一个类似于检测仪器的东西，扫描测试就能得到相应的等级徽章，是用小件的颜色和数量多少来分辨的。既然来了，那就看看我是什么等级的。陈默朝那个方向走去，突然一抹蓝色的身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让开，让开，都给我让路！我感觉到武器的变化了，应该马上就要晋级了。蓝晨刚要到门口，就见穿着寒酸的小子冷着一张脸站在门口，当即就要将人扒拉开。咦，怎么推不动？知道上一个碰我的人怎么了吗？蓝晨还沉浸在兴奋中，还没反应过来，身体就猛然倒飞出去，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陈默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抬手嫌弃似的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转过头继续排队。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怎么了？打的就是你，怎么了？我就佩服你这种有勇气的少年，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朋友了。神经病！陈默赶紧进去测试。你好，您是想测试什么等级呢？你这可以直接跳级测试吗？不可以呢，先生。那可以连续测试吗？可以的。陈默被带到了仪器上，上面是虚拟的人物面板。先生只要从1级慢慢往上挑战就可以，打败多少级的标准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徽章。接待小姐说完，看也没看一眼，去接待下一个人去了。陈默根据指示，镇定地躺在仪器里。第一集很简单，无非就是在一处压力100倍的室内，将一个稻草击扁。渐渐的压力增多，由稻草小人变成了机械小人。陈默将维拉赠送给他的长弓拿了出来，他手搭在金线上，静下心来。虽说是枯枝做成的弓，但这把弓上被刻上了精美的花纹，镶嵌着一颗硕大的金色宝石。那些剑就是靠着宝石凝聚的。3支箭完美的落在了那只魔兽的身上，瞬间那魔兽化作一点点颗粒，消失不见。陈默从容的将弓收起，开启了第4级关卡。可惜了，卡在7星上，这弓箭发挥不出作用，也不能合体，毕竟不是我的本命法器。他出来时，虚拟面板上的数字正好定格在6。接待小姐收到消息，匆匆赶来，难以置信地盯着屏幕上的数字。6星骑士，这小子才17、18岁吧？蓝家的天才16岁也才5星，看来是我看走眼了。我的徽章呢？哦！小姐连忙从柜台里拿出一枚终极徽章，上面有2颗银色小剑。先生，这是象征着终极6星骑士身份的徽章，有了它，您就可以在骑士会所每月领取3000换币了。哦，还有这等好事？陈默点点头，接过徽章便转身出去了。陈默刚走出大门，就看到蓝晨正垂头丧气地蹲在门口的台阶上，一副失落的样子。陈默目不斜视，直接从他身边走过。你是什么等级的骑士啊？我是5星的，本以为这次能晋级6星的，没想到还是没过去。那你加油。等等，我还没说完呢，你叫什么？挺烦的，既然这么烦，那就丢出去吧。陈默一伸手就抓住了蓝晨的肩膀，身影划过一道抛物线，远远飞了出去。蓝晨发出一阵哀嚎。陈默手持一份实景地图，在菲尔学院附近的一家店铺前停下，和老板商量好价钱后，直接按市场价的2倍，3万换币付了款。老板也很爽快，当即就搬东西走了。陈默看着四周忙碌的修建团队，放心的转身去往菲尔学院，顺便将那2000魔力值换在申花，这确实是个救命的药草。菲尔学院的建筑简单大气，门口2根巨大的盘龙柱散发着一股天然的威压。听说这是用9星魔兽炼制成的，为此我特意换了身衣服，免得又被堵门口了。陈默站在门口，正愁怎么进去，因为这里没有守门，门是直接堵死的。一位老师正要出门，看到陈默一直杵在那。你是有什么事情吗？可以和我说说，看我能不能给你办到。我的朋友在里面受伤了，我想去看看他。最近没有受伤的学生啊？他叫于慧慧。你是说那丫头啊？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场试炼回来竟然就昏迷不醒，连简老这种临近顶级的驯养师都束手无策。你是他的朋友？这是他家长辈给我的临时讲师的令牌。老师接过令牌，仔细观察了一番，终于眉头舒展开来。这丫头的事情蹊跷，我也不敢随便让人看去。这令牌确实是于老师的，你跟我来吧。陈默将令牌收，跟着老师走了进去。这试炼里可是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那试炼是1000年的传承地，先祖发现时就将里面的传承夺走了，并已经将里面的魔兽清理干净了，供后人历练。就是如此，才觉得奇怪。只清理了魔兽吗？
女老师带着陈默来到一栋女生宿舍楼下，陈默跟着女老师上楼，刚要推开一扇门进去，旁边的女老师猛地咳了2声。你嗓子不舒服？你等我进去说一下先。现在正是午休时分，说不定有些女生已经躺下睡觉了，或者穿着睡衣在地上走动。陈默反应过来，安静地站在门口等待。讲不出缘由的昏迷，我那药草能不能治好他呢？面前的门开了，女老师站在门口请他进去。其他2人都回房间了，我带你去那丫头的房间。女老师将一处淡蓝色的房门推开，刹那间，一股寒气从里面传来。这股寒气中夹杂着些许幻力，于慧慧身上的等级已经从3星跌落至2星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一个废人。到底是谁这么狠心？陈默赶忙走到床边，于慧慧正恬静地躺在床上，面色红润，一点都不像生病的迹象。你们知道她的幻力已经在消散吗？怎么可能？别开玩笑了！糟了，系统，她这是怎么了？再生花能把她治好吗？他的幻力散尽后就会醒，这相当于被重伤的缘故。他醒后，再生花可以帮助他恢复实力。怎么说也是我第一个顾客，怎么能叫人平白无故就废了呢？看刚刚女老师的表情，她应该知道些什么吧？没过多久，那女老师就带着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赶了回来。你说的可是真的？她的幻力确实在流逝，你知道原因吗？副校长，该不会是……陈默目光灼灼地盯着脸色难看的副校长和一脸为难的老头。副校长，现在你的学生生死未知，甚至有可能成为一个废人，你都不管吗？简老久仰大名，连你也要放弃？不是我不治，是实在没有办法。既然如此，那总该告诉我原因吧？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成就，何必纠结这件事呢？我只想知道原因。那试炼地是一处1000年的传承，被我们第1任校长继承，后来每一任校长就成了那里的主人。但是渐渐的，试炼深处总会有一种悲鸣声，那里聚集着白雾，周围满是森森白骨，凡是靠近者都会昏迷不醒，局至成为一个废人。那里早就被封锁，并且严加看守，而且每次试炼的随机传送也不会传送到那去。不曾想于慧慧会踏从那个地方，这种事都谁知道？这倒不是什么秘密，每一个参加试炼的学生都会被警告一番，遇到白雾白骨齐聚的地方都不得靠近。按照于慧慧的性子，她不是那种冲动好奇心重的人，不管怎样，哪怕成了废人，再生花也能让她恢复如初。但是这件事绝对不止于此。副校长，你知道跟他一起试炼的有谁吗？这种事不归我管啊，我们怎么被一个毛头小子镇住了？是他同寝的2个小姑娘，用我叫来吗？就在这时，小幽灵的声音传来：“主人，主人好香，好香！主人要吃，要吃！”他居然对着于慧慧很有食欲，想吃了她。你为什么想吃她？好香，要吃，要吃！系统，你知道什么原因吗？那白雾里是一头魂兽，大概是这秘境的主人想保护自己的魔宠，却没想到1000年的转化让魔宠肉身腐朽，化作了魂兽。但魂兽也是要吃东西的，所以他只能自己找食物。那食物就是于慧慧，不会我的小幽灵往后也要吃人吧？别多想，那食物是白雾所转化的能量。也就是说，于慧慧体内的幻力现在全部进入到了那魂兽的肚子里。于老师带着于莹莹和白芊芊走进房间。老师，现在是午休，你叫我们来干嘛？就是我都累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于慧慧会到那禁地处吗？我哪知道，一转眼她就不见了。那你们怎么一转眼没有不见呢？我怎么知道？说不定她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陈默没回他，而是直勾勾地盯着于莹莹。指不定他干了什么坏事呢？那白雾碰到才会有事。怎么？他最近新学了个招式，会隔空的大变活人，将这人给丢了进去，又丢了回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总之，于慧慧就是在我们转头就不见了。你一个小镇上开小铺子的老板，怎么也插手管菲尔学院的事情？副校长，这人品性不堪，经常卖假冒的灵药，应该把他丢出去。你急什么？我只是说实话而已。而且于慧慧醒来后，她可就是个废人了。这也是命罢了。是吗？陈默猛地抓起的于莹莹衣领，刚刚就闻到这人身上有魂兽的气息，虽然很淡，但经过生命树洗礼的我对一切生机都特别敏感，死期就更加严重了。臭小！副校长赶忙出手化解，陈默却没给他阻止的机会，当即将于莹莹重重摔在了地上。于莹莹痛苦地蜷缩在地上，身体忍不住瑟缩了一下。副校长，此人残害同学，该如何惩处？他怎么会知道？不行，绝不能承认。只要于慧慧一死，那整个于家的资源就会落到我的身上。你没有证据，怎能随口污蔑人？副校长冤枉啊！我一直跟着芊芊在一起，怎么有功夫害人？再说了，那是我姐姐啊！听到这话的白芊芊木木瞪着陈默，陈默淡定地移开了目光，看向一旁的副校长。你出去，这里不欢迎你。陈默无视副校长的驱赶，大马金刀地坐在于慧慧的床边，而副校长、于莹莹、白芊芊等人站在一旁，气氛僵持。你都说了，你们试炼的地方不会随机传送，并且有人严加看管，他是怎么进去的？除了被人骗进去，或者趁他不被偷袭将他扔进去，他还能傻不拉几的自己进去不成？此事我会查明白，给你一个交代，但你也不能贸然对一个女孩子下手，何况她并不是凶手。难道你们整个秘境没有监控不成？这掌握着传承地的回溯能力是我们的校长。不是封闭式试炼，没有录像的吗？于莹莹开始颤抖起来，脸色变得苍白，但大家都以为她是被摔疼的，因此
除了陈默，所有人都对他投去了怜惜的目光。那就麻烦你们校长了。我们校长长时间不着家，我已经100年没有见过他了。陈默望着松了一口气的于莹莹，内心归于平静。既然如此，那这仇就交给受害者报吧。我在这守着他行，你们走吧。其他人面面相觑，副校长也不好再赶人。简老弟给于莹莹一枚伤药，就带着他们走了，但还是担心陈默做出什么事情来，将女老师留了下来。房间里只剩下陈默和女老师。陈默安静地坐在床边，看着昏迷的于慧慧。你也不必如此伤心，我们会尽力联系校长，哪怕他幻力尽失，也能让他重新修炼的。他还是我们的菲尔的学生，相信你爱人也不想看到你这个样子的。他不是我爱人，小年轻害羞，我懂。别瞎想，这只是我的朋友。对了，我在菲尔附近新开了一家店铺，有空去转转，驯养宠物一流的哦。李老师懵了，还没反应过来，手里就被塞进了一张卡片，卡片上明晃晃写着笑眯眯店铺。陈默忽然感觉到床上的人动了，屋内的温度也渐渐回暖。果然，现在的于慧慧已经不再是御兽师了。对了，还没问老师的名讳。我姓李，叫我李老师就好。说起来，我跟于芳还是一届毕业的学生，可惜了他们家族这么年轻的天才，经此一遭，可别一蹶不振了。说不定还能锻炼一下心性。既然如此，就先别告诉他可以恢复这件事了。床上的人睁开了眼睛，于慧慧的眼里一片茫然。现在你已经不是御兽师了，是于莹莹害的你。你怎么对这个女孩这么不满？我就是知道，你问于慧慧信不信就好了。听着对话，于慧慧脑中恢复了清明，她感受了夏天里的幻觉。我是个废人了吗？你现在确实是这样。于慧慧把嘴闭上，将自己蒙在了被子里，久久不出声。你别担心，学校也会帮你的，相信不久之后会有重新修炼的法子的。陈默平静地看着那鼓起来的被子，伸手一把掀开，于慧慧颓废的样子定格在脸上，枕头上蔓延着一片片水洼。我有办法让你恢复，你别哭了，怪难看的。他拿出准备好的再生花，他喂了进去。这是再生花，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么重要的灵药，可是连最大的拍卖会内都不曾有过。这少年到底是什么人？李老师的目光离不开那凝聚而成的金色水滴上，眼底满是惊艳。此生无憾了，居然能见到传说中的东西。再生花是？他还没来得及问，就感觉全身热烘烘的，一股暖流顺着经脉流转全身，熟悉的幻力一点点聚集在他的体内。他瞬间就升为了一星御兽师，比之前晋升的时候更强。他看向陈默，眼神中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谢谢，我好像除了这2个字，已经找不出什么可以报答他的了。我一定会努力变强的，到时候成为这人最强的拥护者。于慧慧眼中闪过一丝坚定。这朵花太贵了，你现在还买不起，所以也只能卖身了。记住，等达到一定等级时来我店里打工。没办法，飞狼团长给了我100个人，但于慧慧好像没有多少钱，只能让她无偿打工了。10年嘛，等我达到天空镜就免费给他打工10年。不过这天空镜是个什么东西？难道最高的不是9星强者吗？站在一旁的李老师扫过天空镜3个字时，朝着丫头投向同情的目光。于慧慧没有丝毫犹豫，咬破指尖，在纸上按上了血手印。随着血印落下，她身上泛起光芒，等级恢复到了3星，且还在隐隐上涨，这叫她更加激动了。是云隐使计将你送到那片白雾中的，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气息，具体怎么做你自己想吧。陈默同学，那天晚上守夜的时候，他来找我说什么和解，我就知道不安好心。之后那个白芊芊就说我欺负他，将我的魔虫打伤，把我赶了出去。于莹莹的魔兽又将我赶到了白雾中，之后我就不记得了。等校长回来，一切就都清楚了。这段时间老师帮你换个宿舍吧。没事，我就跟他们一个宿舍，不是不喜欢我吗？我就膈应死他们。陈默一听哑然失笑，非常赞同的点了点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搞不懂。李老师，你们那的试炼我能去看看吗？就用这个。好，你应该马上就能晋级了，我在这等你晋级完再走。那就拜托你了，店长。于慧慧说完就自行闭目运转幻力，准备突破那层屏障。系统，魂兽之间可以相互捕食吗？能的，谁的魂力大谁就是老大。这就麻烦了，还不知道小幽灵活了多久呢。而且我现在已经是5星御兽师，魔宠却还停留在4星阶段。我好不容易得到了小幽灵的进食方法，万一被那头魂兽弄死了咋办？房间内幻力涌动，于慧慧身上光芒大盛，成功晋级，恭喜！之后，陈默将于慧慧留在了宿舍，他跟着李老师去了他们口中的试炼之地。陈默站在一处由水晶打造2米高的水晶前，李老师去取权限钥匙。这就是那个传承地。你哪来的？这都不知道？看你这样子也不像是我们学校的人啊！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喂，我在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既然不是我们学院的，就赶紧滚出去！这试炼地可不是外人随便就能触碰的。陈默依旧无视理端，倒是那红毛叫他多看了2眼，挺叫人诧异的。才过去多久啊？这家伙就4星御兽师了。你看他做什么？我才是中年级会长，如今已经是6星的实力了，还行吧？我要跟你决斗。陈默疑惑地看向崔世清，学院内不许私下斗殴，一切恩怨可以至擂台解决，但不得伤及人命。没兴趣，我还有要紧事呢。你是不是怕了？怕了还好说，
只要你跪下磕个响头，我就让你走。陈默给了他一个看白痴的眼神。你上去把他给我摁住，反正也不是咱们学校的人，随便打。崔世清僵在原地，动也不敢动。你动啊！你忘了是我把你从那姓庄的王八手里解救回来的了。你为什么不去？我和他都是4星，况且他还是双属性，能摁住他就挂了。好，你不去，我去，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到我的地盘上撒野，还敢看不起我？李端直接召唤自己的魔宠，一道光芒闪过，一只半人高的青色怪鸟出现。陈默望着眼前的飓风青鸾鸟，觉得有些好笑。你打不过我的，真的，我不骗你。这家伙居然把我当成了小屁孩，是可忍孰不可忍。无数锋刃凝结成一道飓风，朝着陈默席卷而来。揍死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可还没等李端高兴多久，他兴奋的表情就定格在了脸上。就在锋刃即将撕碎陈默的瞬间，一只手突然伸出，像拎小鸡仔似的将李端攥在手里。我靠，李魔鬼怎么在这？崔世清惊慌失措，尽量缩在李端的后面，降低自己的存在感。陈默则停下了运转混元天神第1重的动作，有些意外的看向来人。小兔崽子，才多久你又要给我闯祸？李老师一手拎着李端，另一只手拿出戒尺，对着他屁股一下一下的抽打。李端羞耻的用手捂脸，陈默幸灾乐祸的瞧着这一幕，而李端则羞愧的咬紧牙关，尽量不让自己的痛呼声溢出。我才一下不看着你，你就给我得罪人是不是？那明明是他先挑衅我在先，疼，姑姑别打了。我还不了解你。李老师一下一下的抽打着，同时将权限钥匙递给了陈默，歉意的看了他一眼。不是我看不起你啊，是你实在是让人不得不看不起啊。陈默顶着李端羞愤气急的目光，转身朝水镜踏进去，身影消失其中。陈默穿过水镜，来到一片迷茫的白雾前，四周是累累白骨，奇形各异。这就是那个龙骑士的传承地。相传千年前，一名拿着圣剑的男子误闯龙族地盘，救了幼年的水晶龙。后来那男子也成了第一个拥有龙族魔宠的骑士。有机会得翻异世界，看看正统的龙族长什么样。陈默驻足在白雾边缘，想到小幽灵上次咬自己却没有被废的情况，一狠心就走了进去。穿过白雾，眼前豁然开朗，是一片如同世外桃源般的景色，但又有点怪异，明明充满生机，却又没有一个活物。不对劲，这里怎么一个活物都没有？陈默开始警惕起来，往深处寻去，可走着走着又回到了原地。难不成我现在看到的是幻觉不成？难不成我现在看到的是幻觉不成？陈默当机立断坐在地上，静下心来，仔细感受着周围。陈默盘膝而坐，闭上双眼。当他用感知去看世界时，眼前的景象截然相反。眼前的世外桃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气沉沉之地。唯一的一处石地上趴着一具巨大的龙尸。来食物了吗？陈默默默将龙显骨琴启动护体，骤然间阴风大作，那具龙尸瞬间消失殆尽。龙尸化为飞灰，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龙形虚影，眼中闪烁着紫色的鬼火。谁是谁的食物还不一定呢。话音刚落，一抹抹悲鸣声传来，直击耳膜。陈默由于契约了小幽灵，倒是没有多大影响。陈默眼中闪过数据流光，查看对方信息。他已经经过了1000年，怎么技能这么少？不是正统魂兽，是领悟不到技能的，只能掠夺。不过他的实力已经经过长时间的消磨，所剩无几了，用不了多久就会消散。经过了时间消磨，居然还能停留在9星，那他之前该有多强？一个小小的人类是怎么敢在吾面前走神的？人类，你走过了幻海，顶住了吾的蛊惑。如果吾最后一招你也挺过去了，那吾就不吃你了。要不是我有真实之眼，察觉到你就只有这3个技能，并且魂力还在渐渐流逝，说不定还真被你唬住了。老龙，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懂吗？你应该乖乖的给我家的小宠物当食物。陈默手掌一翻，一个只有人类小腿大小的小幽灵轻飘在掌心上，幽蓝的鬼火闪烁着，清晰地表达出对那头龙的垂涎之意。你也看到了，你现在就只有被我收了的命运。陈默手掌一翻，将小幽灵放了出去。陈默将一抹在生命树精华上的生机打在了小幽灵的身上。生机和死气是互不相容的，而由于小幽灵是我的契约魔宠，那抹生机诡异的在他身上达到了一种平衡。只是他的魂力真的有那头魂兽的雄厚吗？可还没等小幽灵接近紫明龙，那头龙就恼羞成怒，发出一声震地的吼声，聚集了他最后的力。不好，那头魂兽还在持续开展，可是他却什么也听不见。他的魂力正处于溃散中，马上就要崩毁。这就跟御兽师临死前的自爆没什么区别，吸食他流散的魂力。小幽灵飘到龙魂那儿，白色的虚影渐渐凝实，自主吸收着那散发的魂力。过了许久，他忽然听到紫明龙的悲鸣。沉默看向小幽灵，他比以前凝实了很多，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白影了，只是依旧是飘着的。用真实之眼查看，就这还不进化，那岂不是就成怪物了？对了，那老龙说的是什么？系统，那老龙说的是什么？谢谢你让吾解脱，请带吾守好主人的武器。为什么？这龙魂生前追随主人四处征战，最后受了重伤憋死。他的主人不想他离去，就用献祭法将他转化为了魂兽，直到他的主人被讨伐，他也关在了这处秘境当中。原来如此，我刚刚还没看出来，注意力都被那具龙尸体吸走了。这处实地竟然是一个祭台，这里的情况，那个常年不着家的校长知道吗？沉默用手轻轻触摸着石地上面的纹路，恍惚中好像看到了曾经的尸山遍野，有魔宠的，也有人类的，还有一些他所不知的种族。轰然一声，整个祭台撕裂，支灵破碎，最后化为灰烬。
终于解决了，这里的事情解决，再往前就是于慧会出事的地方了。等校长回来还不知道猴年马月，看来只能我来搞清楚那个云影和这里的魂兽在搞什么鬼。